男孩刚一出生就站在了世界顶端，他的父亲是第一个使用神之力的男人，被人们称为最初的觉醒者。他的魔法系评分更是高达97%，但载轩最终却选择成为武斗系觉醒者，只因当时人们对魔法系评价极差。可武斗系的他如今却只能在电视中看着被众星捧月的魔法系觉醒者。要知道，觉醒者的成长一般到20岁就会停止。载轩现在再想做出改变已经太晚了，他如今唯一能做的工作就是成为攻略队中的人肉盾牌。曾经对武斗系产生的那种莫名的情怀，早已随着现实的打击消失殆尽。好在副本中偶尔会遇到意料之外的财富，虽说这些财富随时可能带给觉醒者致命威胁，但这也是支撑低级觉醒者活下去的希望。大家注意，10分钟后我们就要入场了。载轩在每次进入副本前有一个习惯，他会掏出手机看看自己和母亲的合照。毕竟在进入副本后，没有人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出来。不过这一次的副本似乎很简单，他们的对手是一群没有强大技能的丧尸。载轩要做的就是拿着盾牌死死守住自己的位置。随着一发绚丽的法术闪过，面前的丧尸轻而易举就被秒杀殆尽。参与这次副本的是流星公会，他们虽然成立不久，但早已名声大噪。按照这样的情况，载轩觉得自己应该可以活着出去了。很快副本内就只剩下最后的大 boss， 趁着休息时间，载轩便想看看到目前为止的收获。也就在这时，系统面板第一次出现了乱码，随之而来的是一阵钻心的刺痛。原来人类赖以生存的阿萨神系统瘫痪了。仿佛之间，载轩听见有人让他跟着光亮。此时阿萨神系统不断传来提示，原来阿萨神系统被未知的异形潜入了。载轩还在好奇这个异形是不是自己听到的声音，等他回头却发现周围莫名出现了一个个光点，而且除了他之外没有任何人看到这些异常。这些光点仿佛就只为载轩一人存在。就这样，载轩决定跟着光点去一探究竟。一路上他无数次想唤醒阿萨神系统，但可惜阿萨神系统却始终处于瘫痪之中。这种事情在17年间还从未发生过。当年太平洋中突然长出一棵参天大树，仅用9天就长到了遮天蔽日的程度，而那棵树正是神话故事中的世界树。在大树长成后第9天，世界各地相继出现了许多怪兽，给人类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灾难。全世界一半的人类因此丢了性命，而后又有一半幸存者因饥荒和疾病死亡。也就在这时，阿萨神系统出现了，它赋予人们神力，让人类成为觉醒者，这才让人类文明得以幸存下来。人类赖以生存的阿萨神系统突然崩溃，神秘的声音让载轩跟着光点前进，而这些光点的尽头，赫然就是一扇古朴的大门。载轩猜测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宝藏之门，传闻这是只有在高级副本中才会出现，其背后藏着无数财宝的房间。对载轩来说，这是改变他生活的唯一机会。怀揣着不安的心情，他推开了这扇大门，但这里并没有传闻中数不尽的财宝，房间内唯一的东西就是被放在中央的圆球。载轩自然不想放弃这改变命运的机会，他几乎没有一丝犹豫就伸手抓向那颗圆球。就在载轩碰到圆球的瞬间，阿萨神系统被修复了。原来这是神话级的道具奥丁遗失之眼，它不仅可以分解并破坏魔法的演算构造，还能轻松复制他人的技能，而且迄今为止最高级的道具只有 S 级。神话级的奥丁遗失之眼足以让载轩下半辈子衣食无忧了。他也不是没有想过要留给自己使用，但过了20岁等级就无法提升，即使用了也不会有很好的效果。既然已经拿到了宝藏，载轩便准备回去。等他回去后，却发现众人都在等他。这一次，载轩将自己内心的不满彻底收在了心里，因为一旦被人知道他在副本中得到了好东西，那等待载轩的就只有死亡。好在这一次被他成功糊弄过去，他现在要做的就是不让任何人对他的离队产生怀疑。可就在最终战开始的前夕，意外发生了。山洞里不断有巨石砸进队伍之中，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大片诡异的毒雾，不少脆皮法师直接就倒在这毒雾之中。载轩还想赶紧提醒大家从毒雾中撤离，但他面前的男人却突然被一把剑洞穿。载轩意识到毒雾之中肯定藏着敌人，他没有任何犹豫，立刻逃离了这里。好不容易才得到神话道具，载轩可不想在这里丢了性命。下一秒，一道闪电锁链就与他擦肩而过，爆炸的余威彻底封锁了他的去路。载轩不禁好奇，这个人究竟是谁？我就知道，哥你一定能活下来。载轩没想到偷袭大家的居然是郑宇明。要知道，郑宇明一直以来都是载轩的经纪人，身为一级魔法系觉醒者，郑宇明帮载轩找了很多不错的工作，当然也包括了这一次的副本任务。我跟你说过了吧，我今天会来见你，这一切都是你做的吗？是你散播毒物，还攻击了流星公会。没错，这些都是我做的，不过这些都是我的委托人让我做的。本来就有很多人讨厌流星公会，他们又那么瞧不起其他公会，怎么能不招仇恨呢？郑宇明，我今天就当没看到这些事。可话音未落，闪电锁链再次向他袭来。哥，这次的袭击目标可不止流星公会，为男人提供工作的经纪人居然是被派来杀死男人的刺客。以载轩地级武斗系的实力，绝对不是郑宇明一级魔法系的对手。如果他刚刚反应慢一点，一定被郑宇明杀死了。可郑宇明并不打算放过他，3根闪电锁链再次朝着载轩袭来。好在载轩依靠武斗系的身手再次躲开了，他不禁好奇自己之前究竟得罪了谁，居然会派一个一级魔法系觉醒者来杀自己。突然，载轩脑海中浮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我父亲派你来的吗？听到这话，郑宇明明显愣了一下，
一时间都忘记了向站在原地的载轩进攻。只见郑宇明站在原地不断发抖，最后竟是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。哥的反应果然很快，我就喜欢你这一点。载轩不由得想起了照片中的母亲。我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，5年前的冬天，她也向你委托过同样的事情吗？没想到你连这个都能猜到，还真是厉害呢。我实在无法理解，身为人父先是干掉自己的妻子，这次又想干掉自己的儿子。哥，你也觉得这么做太过分了吧？不过都已经这个样子，一路走好吧。哥，临死之际，载轩使用了奥丁遗失之眼。只见一道强大的炫光出现在郑宇明眼前，他发现载轩身上的魔力在不断攀升。为了不出现意外，郑宇明决定不再继续玩下去。这一次，闪电锁链以极快的速度飞向载轩。眼看载轩就要被闪电锁链命中的时候，郑宇明的闪电锁链却突然消散。一时间，郑宇明瞪大眼睛愣在了原地。原来就在刚刚，载轩装备了奥丁遗失之眼，他还利用一张空白牌复制了闪电锁链。郑宇明，我会让你尽量痛苦的死去。话音刚落，载轩身后出现了足足6个闪电锁链。要知道，这个技能是郑宇明花费了大量时间才学会的，但如今却被一个地级武斗系轻而易举掌握了，甚至还在战斗中压制了A级魔法系的郑宇明。郑宇明使用的每一个闪电锁链都会被载轩用绝对演算破坏掉，但郑宇明却无法躲开载轩使用的闪电锁链，他只能使用魔法护盾抵挡载轩的攻势。也就在这时，载轩再次发动了绝对演算，失去了魔法盾的保护，郑宇明再也无法抵挡闪电锁链的攻击。干掉郑宇明后，载轩也倒在地上。刚刚的战斗让他的体力和魔力全被消耗光了，好不容易得到的神话级道具，如今却要陪他一起离开人世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新的操作系统下载完成了，他给了载轩一个穿越回过去的机会。现在的载轩别无选择，只能执行系统。就这样，诺恩斯系统开始运行。迷迷糊糊之间，载轩仿佛看到了天使，他们口中在吟唱着某种魔法，最后缓缓向着载轩伸出手。载轩没有犹豫，伸手握住了天使的手。就在这时，诺恩斯系统提示载轩，他成为了阿萨神族最大的敌人。男人身为一个父亲，先是派人干掉自己的妻子，又派人出手解决自己的儿子。好在载轩及时装备了奥丁遗失之眼，这才完成了对郑宇明的反杀。为了得到活下去的希望，他将阿萨神系统变更为诺恩斯系统，但同时也成为了阿萨神族最大的敌人。载轩睁开眼时，已经回到了一个熟悉的地方，他猛地起身，开始观察周围的环境，直到看到了书桌上自己和母亲的那张合照。载轩不知道现在究竟是不是一场梦境，但哪怕眼前的一切都是他临死前做的梦，载轩也愿意永远待在这个梦境之中，因为这里有他早已死去的母亲。不过他现在的身体机能还只恢复到20%，诺恩斯系统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将体力恢复至80%，而奖励则是一张空白卡牌。载轩现在要做的就是先确定自己所在的时间。当拿到日历的那一刻，载轩笑了，因为他回到了填报志愿的前一天。这一次他一定不会犯和上次一样的错误。到了吃饭的时候，载轩还是忍不住眼眶中的泪水。曾经无数次出现在梦中的场景，现在真的在他眼前发生了。不过母亲却很担心载轩是不是遇到了什么苦恼。原本木讷的孩子，却在早上自己要离开时哭得那么伤心，所以母亲很好奇载轩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。没有，我只是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噩梦，一个载轩不愿意再看到的噩梦。妈，其实我一直有件事情想和你说，我想把志愿专业改成魔法系。要知道载轩之前一直坚定的要选武斗系，但母亲知道他一定不会在这种事情上开玩笑，按你自己的想法做吧。比起赚钱，妈妈更希望你做自己想做的事，魔法师也好，别的也罢，妈妈会永远支持你的。载轩知道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，他必须要向自己的A级觉醒者父亲复仇，所以他要赶紧完成诺恩斯系统给他的任务。完成任务后，载轩还获得了一张空白卡牌。他如今的优势就是知道一些隐藏关卡和可以独占的遗迹。不过载轩现在的技能还都是武斗系，他索性决定先看看自己的系统面板。如今载轩的等级回到了7级，属性也被初始化了，但他很好奇自己的被动技能为什么没有被初始化。原来因为受众神瞩目之人的效果，载轩穿越前的被动技能被保留下来，而且他每升1级，各项属性都能增加1点。但另一个技能载轩就看不懂它的效果，载轩索性先把自己的点数分配了。虽说魔力的重要性对法师来说毋庸置疑，但更重要的其实是耐力。虽然耐力不会直接提升战斗力，但却可以让人疲惫的速度减慢。接下来载轩就要考虑该学习哪个技能了。现在他哪怕拥有强大的攻击技能，也会因魔力量无法发挥技能的效果。而且现在魔法系的觉醒者地位非常低下，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学会一个治疗型的技能。男人拥有复制他人技能的能力，无论多么强大的技能他都能瞬间学会，但载轩却并不想要毁天灭地的魔法，而是准备学习一个治疗型的技能。原来他现在的属性不足以支撑高等级的魔法，而且现在魔法师的地位非常低下，如果学会治疗型技能，他不管去哪都不会被人轻视。不过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找到一个治疗型的觉醒者。就在这时，载轩的手机响了，他不禁好奇谁会在这个时候给他打电话。拿起手机的瞬间，载轩愣住了，原来打电话给他的是他的青梅竹马金友情。他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一起考上了米莱斯学院，都有着成为练习者的梦想。可后来金友情却死在了载轩怀里。好在这一次载轩有机会改变这一切，而金友情打电话过来是想让载轩陪自己去看圣女。要知道圣女柳星恩是当今最强的治疗型觉醒者，她最具代表性的魔法就是献祭。既然有这么一号人物在，载轩就不用寻找其他治疗型觉醒者了。和妈妈打了声招呼后，载轩就立刻出发了。与此同时，柳星恩正坐在劳斯莱斯上赶往活动场地，星财一路上都在劝说柳星恩减少这种不必要的行程，因为现
际消耗的并不是柳星恩的魔力，而是他的生命力。如果再继续参加这些不必要的活动，说不定柳星恩很快就会倒下了，除非可以找到另一个能使用献祭魔法的人。不多时，两人已经坐在会场等待柳星恩的到来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柳星恩。各位，现在全世界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灾难，尤克特拉希尔以及怪兽们的出现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。现在觉醒者中愿意成为练习者的不到20%，但死亡人数却是这个数字的好几倍。世界仍然处于生死存亡的分岔路上，现在也有无数无辜的人正面临着死亡。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勇气，全世界的觉醒者们，各位的勇气足以改变世界，请各位踊跃的报名成为练习者，让世界重获光明。为了美好的明天，莲花公会以及我本人，我们会全力支持各位。演讲结束之后，载轩就找了个理由和金有情分开了。原来他是想趁机和柳星恩搭上关系。一番寻找后，载轩看到了柳星恩的车。我是来见柳星恩董事长的。星财还以为载轩是一个沉迷于练习者的狂热粉丝，便想着随便说几句把他打发走。我不是他的狂热粉丝，我知道柳星恩董事长现在患了不治之症，还有只有我能治好柳星恩董事长的病。话音刚落，载轩就被星财拎了起来，告诉我你是从哪里知道这些事情的。就在这时，柳星恩的车窗打开了。你能对你刚才那番话负责吗？世间最强大的治疗型觉醒者，却因身患绝症不久于人世，只因他拥有最强恢复技能献祭。这个技能消耗的不是魔力，而是生命力。但这个时候，载轩却说自己可以治好柳星恩的病。看到载轩理直气壮的样子，柳星恩决定暂且相信他这一次。你先上车吧，这里人多，我们去安静的地方。很快，载轩就被带到了莲花公会的会议室。你是怎么知道我身患绝症的？这个我不方便告诉你。如果您一定要知道的话，我也不是不能说，但是如果说出来，我就不打算给您治疗了。还真是个精明的孩子。下一个问题，你打算如何治疗我？我打算复制董事长您的献祭技能。听到载轩的话，柳星恩愣住了。董事长，不要再听他胡言乱语了。你小子知道献祭是个什么技能吗？就在这里信口开河。原来献祭是柳星恩的专属技能，这种技能无法被复制，只能通过血脉传承。如果没那个本事，我也不会来找你们了。你的意思是用我的献祭技能来为我治疗？既然你话都说到这种份上，那就向我证明吧。话音刚落，柳星恩直接使用了献祭。载轩没有任何犹豫，立刻使用空白卡牌复制了技能。你们现在应该还不相信我，那我首先要得到你们的信任。说着，载轩就使用了刚刚复制的献祭。由于是用空白卡牌得到的技能，献祭的副作用并不会对载轩生效。一时间，柳星恩和星财全都愣住了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该坐下来好好谈谈了。你想从我们公会得到些什么呢？要知道，仅凭能为柳星恩治疗这一件事，载轩就足以和他平起平坐。我想请您做我的资助人。既然你有胆量提出这样的要求，就说明你有投资的价值，而且你也确实很有能力。但是我同样也有一个条件，我的病是我个人的事情，这与莲花公会无关。然而你要的不仅是我的支持，还有整个莲花公会的支持。我们不会无缘无故帮助你，除非你加入莲花公会。载轩本以为柳星恩会提出一些限制条件，没曾想却是邀请他加入公会。你放心，我可不是会拿这种事开玩笑的人。我邀请你加入我们公会，有以下几点理由。第一，你知道我这个莲花公会的董事长身患顽疾，如果没有极强的情报收集能力，你不可能知道这种机密情报。第二，你能完美复制我的献祭技能，到目前为止从没有人可以复制专属技能，你的未来包含了无穷的可能性。第三，你现在在我面前居然一点都不紧张，站在莲花公会的会长面前还能毫不紧张的孩子，真的让我感觉你很有魅力。不知道我招揽你的理由够不够？上一世的莲花公会本是全国最强公会，可柳星恩病危后却因为某些原因迅速土崩瓦解。但如果有载轩的帮助，他相信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受到万人追捧，被人们称为圣女的柳星恩，此刻却为了邀请载轩加入公会，不惜出卖色相，只因载轩可以完美复制他人的专属技能，还能治好柳星恩身上的顽疾。不过，如果和在校学生签订公会契约是违法行为，你听过优先协商权吗？只要告诉我地址，我马上就把合约送到你家。你好好考虑一下再做决定吧。那我还是先给您治疗吧。说着，载轩就站到了柳星恩的身后。此刻，星财的内心无比紧张。为了柳星恩的病，他不知道已经找了多少治疗型觉醒者，哪怕是一些穷极一生钻研医术的人，都对此束手无策。如今，他也只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载轩身上。令他意外的是，柳星恩的状态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好了起来。刚才的事情真是不好意思，董事长就拜托您了。没关系，如果我是你，也不会相信一个小孩子说的话。对于我先前的无理举动，我会重新郑重地向您道歉。在治疗结束后，载轩的被动应急治疗术也升到了19级。在两人的注视下，柳星恩缓缓来到窗边，困扰我多年的病症真的全部都消失了。谢谢你，但是把我治好后，你应该会受到副作用的影响吧？我没关系的，到时候董事长您再为我治疗就好了。当然，我随时都可以为你治疗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我会尽量满足你的一切条件。刚才说的条件，我也希望你再仔细考虑一下。我现在确实有件事情想麻烦董事长。第二天一早，星财便驱车将载轩接了出来。原来载轩是希望借助莲花公会的低级副本来提升等级，因为米莱斯学院是一个聚集了无数天才的地方，想要在那里生存下去，升级是不可避免的。为了这次攻略活动，莲花公会为载轩准备了不少物资，但由于时间紧迫，只能暂时给他一些公会多余的装备。不过星财一直很担心载轩的安全，虽说只是1级副本，但载轩一个人进去还是很危险的。你就放心好了，我只是想升级罢了。不得已，星财只能打开自己的物品了。这个你拿着，它可以保障你的安全。将它砸碎后，马上就能回到公会入口。万一你遇到危险，
立刻用它就行，请收下吧，就当是为我昨天的无礼赔罪了。另外，这也算是一个谢礼，谢谢你治好了董事长。星才说了这么多，载轩也不好再推辞。从感受到的魔力来看，这里确实是一级副本，这种级别对载轩来说完全没有问题。请时刻牢记，遇到危险的第一时间一定要使用传送石。但载轩踏入副本的瞬间，他感受到了周围魔力的变化。由于受到诺恩斯系统的影响，载轩被传送到了海姆冥界的王者之域。女人本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女，却因为在男人腿上坐了一下，柳星恩便一直无法忘却那种感觉。这是他第一次开始思念一个男人。每想到载轩，他的嘴角甚至会忍不住露出微笑。就在这时，他的秘书朴夏娜来了。载轩的个人信息全在这里了。拿到资料之后，柳星恩便开始慢慢翻阅。很快，他就被面前的资料吓了一跳。能使用如此强大魔法的载轩，他的志愿居然是武斗系。很快，柳星恩就彻底愣住了。他甚至怀疑起这份资料的真实性，因为载轩的魔法系评分高达97%。哥，载轩出来后，你马上转告他，让他一定要来见我一面，我想亲自确认一下那孩子的真正才能。而此时的载轩却因诺恩斯系统被传送到了王者之域，眼前的景象告诉他，这里绝不是一个一级副本。正当载轩查看周围情况的时候，迷雾中隐藏着的黑袍人缓缓举起弓箭，下一秒，一支黑色的箭矢直朝着载轩飞去。听到动静后，载轩及时偏头躲开了攻击，他当即朝着箭矢飞来的方向望去，只见黑袍人从箭袋中缓缓抽出一根箭矢，再次举起弓箭瞄准了载轩。趁着箭矢还没射出，载轩立刻使用献祭治疗自己的伤势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只手从土里伸了出来，而且载轩背后也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幽灵。一时间，他的面前出现了3种截然不同的怪物。也就在这时，黑袍人的箭矢直飞了过来。这一次，载轩却轻松将剑握在手中。不过，想要打败面前这些怪物也不是件容易事。虽然献祭对亡灵系生物有很高的杀伤力，但献祭的等级太高，会消耗大量的魔力。如果之后遇到更高级的怪物，那载轩的处境就很危险了。所以他得凭借上一世武斗系的经验来战斗。而且载轩对于魔法师的了解很少，面前的这些敌人正好可以作为练习的对象。似乎是由于等级的原因，载轩发现这些怪物并没有很难对付，哪怕以他现在的实力，依然可以做到游刃有余。他索性拿着法杖直冲了过去，猛地一下砸在了黑袍人的脑门上。但也就是这次攻击，让载轩的法杖彻底断了。此时，镰刀幽灵和尸鬼剑士一起冲了过来，不得已，载轩只能使用献祭来攻击他们。几乎一瞬间，2只怪物就在圣光中泯灭，而载轩也因为魔力消耗太大跌坐在地。如果不是因为刚刚正好升级，载轩现在的处境就非常危险了。他很清楚自己的实力还不足以通关这个副本，可就当他准备传送离开时，却突然感受到一股恶寒。载轩能感觉到某个东西正在向自己靠近，这股恐怖的气息甚至让他喘不过气来。他连忙用法杖刺向自己的大腿，企图恢复一丝清明。也就在这时，他看到了地上突然出现的影子。男人只是挑战一个普通的1级副本，却意外被传送到海姆冥界的王者之域。里面的怪物仅站在载轩身后，就能让他因为恐惧而无法呼吸。站在暗夜幽魂面前，他甚至连使用传送石的机会都没有。载轩只能闭上双眼接受自己的命运。可等他再睁开眼时，却发现时间被停止了。不可以哦，那小子是我亲自带过来的，他可是尊贵的客人呢。被命运选召为反叛者的孩子，载轩很好奇，面前的这个女人到底是谁？能干掉其他反叛者的人，居然只是个毛头小子，骨骼平平无奇，不过魔力量还不错，但想与阿萨诸神为敌还差得远呢。真搞不懂洛基为什么要选你这么个毛头小子。由于失血过多，载轩的意识已经渐渐模糊起来，但他还没完成自己的复仇，所以绝不能倒在这里。我对你的眼神还是相当满意的，不过你还是太弱了，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你需要再快点变强才行。如果你不能变强，在地狱再次降临前，我会先灭了你。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存在，所以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抓紧时间变强吧，变得比现在更加强大，再来打败你眼前的暗影幽魂。如果你做到了，我会给你一个非常棒的礼物，不过我只会给你2个月的时间。如果你做不到的话，你知道后果是什么？就这样，载轩被迫接受了赫尔的任务。你要记住，如果你不能让我看到你在这期间的成长，我会亲自送你去冥界。祝你好运。被诺恩斯选中的孩子，载轩在睁开眼时，他已经回到了副本的入口，身上的伤势也都奇迹般的恢复。但诺恩斯系统中的任务却告诉他，刚刚发生的一切都是真实的，而他刚刚遇到的那个女人，正是掌管9大世界的死亡女神赫尔。不过对于赫尔所说的话，载轩则是完全找不到头绪。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他必须抓紧时间变强。如果赫尔刚刚说的都是真的，那当载轩停下脚步的时候，他就会被毫不犹豫的干掉。可想在2个月内打败暗影幽魂，又谈何容易？如今的载轩甚至连魔法师的战斗方式都不熟悉，想要打好基础，最好的选择就是得到柳星恩的帮助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星才却先一步约他明天与柳星恩见一面。第2天一早，星才便带着载轩来到了莲花公会。载轩猜测他们可能是看到了自己的觉醒测评表，明明拥有着超高的魔法系天赋，但却选择武斗系作为自己的志愿，这都是因为电视台一直在大肆吹捧武斗系，魔法系则是被贬低的一无是处。很快2人就到了莲花公会的练武场，看到柳星恩的瞬间，载轩就愣住了。你终于来了，我等你很久了。在人前端庄无比的圣女柳星恩，为了得到载轩，却主动换上一套热辣的衣服。你终于来了，我等你很久了。
合约的条件怎么样？我觉得我开出的条件应该还不错。要知道柳星恩给载轩的条件都是对他有利的，而且待遇几乎是级以上的练习者才能享受的。我刚刚已经和新材经理说了，在和您签约之前，我还有一个要求。没关系，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吧。在我提出这个要求前，我相信您已经看过我的个人信息了。我从武斗系转到魔法系，目前还不到1个月，所以我对如何使用魔法还并不熟练。柳星恩董事长，我希望您能亲自教我魔法。要知道柳星恩可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 S 级练习者。新材没想到载轩居然敢提出这种要求。如果您能接受我的条件，那我就和莲花公会签订优先协商的合同。还真是个有趣的要求，我可以同意你的要求，毕竟我对你很感兴趣。但在此之前，我想确认一下你的天赋，你不介意吧？不过这其实也是载轩意料之中的事情，毕竟开出了这么好的条件，莲花公会方面肯定会先试探他的实力。但一旁的新材从柳星恩的表情中看出了他的意图。只见柳星恩默默打了一个响指，一股磅礴的魔力就从他的背后涌出。如你所见，这就是法力魔方。从现在开始，你要攻克这个魔方。要知道，法力魔方一般是 B 级以上的魔法系练习者用来了解魔法共鸣度时才会使用的，而且能攻克它的人不足7%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刚好适合展现你的实力？如果是值得莲花公会签订优先协商权的人才，至少得做到这种程度，不是吗？听您的意思是想挫挫我的锐气？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即使你失败了，我也会和你签订合同，合同里的条款也不会变。我以莲花公会会长的名义向你保证。新材哥，你帮忙准备一下吧。董事长，法力魔方是一般魔法系练习者都很难攻克的装置，更何况尚未成熟的明载轩。你觉得我们面前的这个孩子是个普通人吗？放心吧，他值得试一试。就这样，新材为载轩开启了法力魔方。虽然载轩上一世就听说过法力魔方，但真正见到时，他还是受到了不小的震撼。准备好了就开始吧，期待你取得好成绩。就这样，在两人的注视下，载轩缓缓走进法力魔方之中。其实我还是有一点担心，我非常理解董事长您对他的好奇心，但他毕竟只是个孩子，相信我，那孩子肯定能做到的。您为什么如此确定呢？这可能就是女人的直觉吧。让我们看看你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从法力魔方之中逃离呢？通过率只有7%的法力魔方，其内部竟然是由法力汇集成的一片巨海。虽说法力是使用技能时不可或缺的要素，但如果长期处在法力浓度过高的地方，心肺功能就会迅速下降，甚至死亡。而想要从这里出去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在无数漩涡中找到那个唯一与外界连接的门。载轩静下心来，开始感受周围的魔力波动。他感觉到面前的漩涡中似乎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。靠近漩涡后，他发现这赫然就是一块水晶，而且它好像承载着巨海中的所有法力。看您的样子，好像载轩一定能从魔方里出来。那您认为他需要多久？我之前花了40分钟，这已经是全国最快的速度了。所以现在就只有2种可能，第一种是他无法从法力魔方中脱身，另一种就是他会创造新的记录。而且我觉得载轩不会病怏怏的从里面爬出来。但下一秒，柳星恩就瞪大了眼睛：“新材哥，你快看那里！”听到这话，新材连忙看向法力魔方，原来法力魔方已经有了崩溃的迹象。一时间，两人在外面面面相觑，因为现在距离载轩进去才过了10分钟，他们很好奇载轩在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。原来载轩在发现那颗水晶之后，就认定这一定是通关法力魔方的关键，所以他当即将这块水晶握在手中。随着手中的水晶被捏碎，这片由法力组成的大海也随之破碎。载轩也获得了一个新的被动技能，运用法力的精髓。但这一幕却给外面的两人带来了极大的震撼，因为法力魔方的逃脱率只有7%，而且他们想要从中抽身，平均也需要3个小时以上。当初 S 级的柳星恩也用了差不多40分钟，甚至最快通过法力魔方的卡拉米也用了36分钟。而如今这个记录被载轩打破，甚至比世界纪录还快了26分钟，太了不起了！你居然只用了10分钟。明载轩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这么快就从法力魔方中逃脱出来，是怎么做到的？我在魔方里发现了一个水晶，把它打碎后就出来了。什么？打碎了？你打碎那块水晶了？要知道那块水晶是蕴藏着魔方中所有法力的东西，普通的觉醒者根本不可能找到它，更别提打碎它。这就意味着载轩体内的法力比法力水晶更加强大。明载轩，恭喜你通过测试了。从今天起，我将赌上莲花公会和我柳星恩的名义，一定会把你培养成最厉害的魔法师。你准备好了吗？画面一转，金有晴正和载轩的妈妈一起等他回家。此时，一辆劳斯莱斯缓缓出现在两人面前。下一秒，载轩便从那辆车上走了出来。一时间，两人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们甚至猜测载轩是不是被富婆包养了。只因男孩用技能治好了富婆的顽疾，让柳星恩重新体会到了做人的快乐。载轩便在这个年纪坐上了劳斯莱斯，每次出行都有A级觉醒者伴随左右。但载轩最近这些反常的举动，却引起了金有晴的怀疑。除了从神秘的豪车上下来，载轩还放弃了自己武斗系的梦想。虽说载轩解释是因为自己不适合武斗系，这才转到魔法系，可早已熟知载轩的金有晴根本不相信这些话。要知道，载轩当初是为了不让妈妈受苦，这才选择了不适合自己的武斗系。可以了，不要再提这件事了。话说你怎么会来我家？你父母又出差了吗？所以我才来找你玩啊。阿姨说让我在这里住一晚再走。要知道，金有晴是名副其实的富二代，他的父母会把魔兽产品卖到各个国家，所以他们经常到海外出差。正因如此，金有晴常常一个人在家。因为载轩的妈妈和他父母关系很好，所以金有晴经常会住在载轩家里。要不要趁这个机会教我一些魔法理论？你想让我免费教你吗？
你想要什么？你先说，我再决定能不能答应。这么说来，我确实还没想好，不然你帮我实现一个愿望吧。不管我许什么愿，你都要帮我实现。我知道了，但这个承诺的期限是1年，如果1年内你没许愿就作废。小气的家伙，那就这样吧。原来金有情记性不算太好，如果是1年的话，载轩相信他一定会忘记。看到载轩不怀好意的笑，金有情抓起一旁的枕头就朝他扔了过去。放在以前，载轩肯定会毫不犹豫进行反击，可经历过那么多事情后，现在的生活让他感到无比温馨。与此同时，一位强大的猎习者正在攻略腹部，他的面前早已堆满了怪物的尸体，而这个男人正是载轩的父亲闵成傲。多亏了您，我们才能轻松攻克这个怪兽。好久没有这么轻易就拿下一个怪物。如果您能加入我们工会，那我们也一定会更加强大。您要不要考虑一下加入我们工会？如果是您的话，我们猩红工会一定会给您最好的待遇。但下一秒，男人感觉到一股恐怖的气息从闵成傲身上传来，只见闵成傲缓缓回过头，眼眶中只剩空洞的眼神，而男人则是被看不见的锁链牢牢捆住，肮脏又无耻，还充斥着卑劣无比的贪欲。不得不说，这就是人类的本性。不对，不仅人类如此。闵成傲消失之后，男人就失去了刚刚的全部记忆。蓝孩签订包养协议后的第一天，柳星恩就要测试载轩的敏感度，而测试的方式就是与柳星恩进行实战。一开始就实战未免也太难了，这句话好像不应该从你嘴里说出来吧？你可是10分钟就能从魔方中逃出来。来吧，向我发起进攻吧！载轩没说什么，直接摆出了战斗架势。柳星恩一眼就看出这是武斗系最标准的姿势。只见载轩猛地一拳向前轰出，没曾想这一拳却被柳星恩轻松接下。载轩没想到自己的攻势竟然没能奏效。要知道柳星恩可是一个魔法系的练习者，见一击不成，载轩连忙拉开距离。你好像到现在都没搞懂一些事情，你已经不再是曾经那个武斗系的战士，魔法师怎么可以毫无计划地扑上来？你觉得武斗系和魔法系最大的差距在哪里？武斗系是近距离攻击，魔法系则是远程攻击。没错，一般来说，魔法系练习者会先在远处削弱敌人，然后再投入战斗，这是最传统的战斗方式。但你却总想靠近敌人，这样的话，防御力较弱的魔法师很快就会倒下。你现在需要的是作为魔法师的经验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也会对你发动攻击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受重伤的。更何况我可是一名治疗师，我知道刚刚那些并不是你的真正实力。接下来就让我看看你的真本事吧。话音未落，柳星恩的攻势就直直朝着载轩袭来。好在载轩依靠本能躲开了这次攻击。好了，现在轮到你进攻了。只见载轩身边忽然出现一阵电光，一瞬间3根闪电锁链就朝着柳星恩飞去。反观柳星恩却始终站在原地不为所动。按这个距离看，柳星恩一定无法躲开这次攻击的。原来是 A 级的闪电锁链，你果然深藏不露。下一秒，柳星恩的攻势就已经到了载轩面前。即使是再厉害的技能，如果不适合自己，就没有任何意义。不过你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，虽然我故意降低了技能的威力，但我没想到你居然还能站着。那这一招你还能接得住吗？在柳星恩看来，载轩现在的状态一定不能躲开自己的攻击，但为了达到教学目的，他还是毫不犹豫释放了技能。没曾想柳星恩的神圣弓箭却在半空中就消散了。唯一的解释就是载轩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演算并破坏了他的魔法。你真的总会给我惊喜，到底还有多少惊喜在等着我呢？这个我可说不准。话音未落，一道闪电锁链竟从地下猛地窜出来，好在柳星恩及时打开防护罩，这才挡了下来。但即使是这样，柳星恩的手依然被震得颤抖不已。可不等他反击，载轩身后再次出现数道闪电锁链。柳星恩这才发现，载轩似乎不用施咒就可以释放技能，男孩不用施咒就可以随意释放技能，一个眼神就能让 S 级觉醒者的魔法失效。要知道，这可不是一个新手魔法师能做到的事情。但载轩体内的魔力量也已经所剩无几了，你还真是天赋异禀啊！只可惜你还是太嫩了。载轩都没弄清楚发生了什么，他就已经躺在了地上。你不会觉得自己能打赢我吧？话虽这么说，柳星恩还是第一时间把载轩从地上拉了起来。经过这一战，载轩也意识到了自己和 S 级的差距。不过柳星恩却从载轩身上看到了无限的可能性。刚刚你的战斗方式让我想到了一个主意，一个所有人都曾考虑过但却没人能实现，只有你可以使用的战斗方式。从现在开始你就叫我老师吧。恭喜你成为我的第一个弟子。回到家后，载轩还是无法忘记今天的战斗。喂，宁载轩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？你要是再这个样子，我就不给你补课了。既然你回过神来了，我们就进入正题。魔法的类型很多，但最重要的只有3种：攻击魔法、buff 魔法，还有治疗魔法。随着载轩对魔法理解的不断提高，诺恩斯系统也不断出现弹窗提醒他。这种感觉就像是系统在催着载轩快点成长。你还真是厉害，别人需要1个月才能学会的魔法，你2天就会了，这有什么？你不也是3天就学会了吗？你的成长速度实在让我太焦虑了。殊不知现在的载轩其实比金有情更加心急，因为他已经与死亡女神赌上了自己的性命。你当初要去武斗系的时候，知道我有多惊讶吗？即便魔法系不是那么赚钱，但你也不能无视那么高的匹配度。一瞬间，载轩眼前仿佛出现了无数条锁链，随后一个男人缓缓出现在他身后。只见那个男人一步步走到载轩面前，接着低头在载轩耳边说了什么。话说回来，你应该也有在练习实战技巧吧？载轩一边应付着金有情，一边回忆着刚刚发生的一切。他不清楚刚才的那些是不是自己的幻觉，他好像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。不过载轩现在没有时间去处理这些事情，因为他只有2个月的时间，除非他能得到打破这种局面的灵丹妙药。画面一转，星才正在莲花公会的练武场巡查。
他的任务是发现新人的问题，并帮他们及时改正。见柳星恩来了，星才便过去汇报今天的训练情况。不过柳星恩却始终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。您应该是在想载轩对吧？果然什么都瞒不过你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董事长您想交给载轩的东西是许多练习者都曾挑战过，但却没有一个人成功过的。你也应该看到载轩的天赋了吧？如果以后魔法系出现一名新的 S 级练习者，我相信那个人一定是载轩，他会给魔法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创造出能增加魔力量的丹药，拯救了全人类的天才炼金术士李宰祥，竟然选择无条件公布丹药的配方，只为能给全世界的练习者带来更多帮助。但即使是这样无私奉献的人，却在学生时代受尽屈辱。原来丹药在5年后才会被李宰祥制造出来。虽说载轩已经知道了配方，但他按照步骤制作出来的根本就是毒药。不得已，载轩只能去见见现在的李宰祥。以他的天赋，说不定能提前制造出丹药。按照现在的时间来算，李宰祥应该还是米莱斯学院的1年级生。载轩便准备连夜前往米莱斯学院。请问您要去哪里呢？麻烦给我一张去地市的票。由于魔兽猖獗，地市目前处于封闭状态，魔兽遍布整个城市，进入那里的瞬间便会有性命之忧。而这个时候还要前往地市的人，那就只有一个理由，这个人是米莱斯学院的学生。不多时，载轩就已经到了米莱斯学院。时隔多年，再次漫步在曾经的校园，载轩心里却没有一丝怀念的感觉，因为这里给少年时期的载轩带来了无尽的痛苦。不过现在的主要任务还是先找到李宰祥。李宰祥的父亲是全国第1位 S 级练习者，处在父亲光环下的他，一直被人们寄予厚望，因此李宰祥被分配到了武斗系，但他的水平并不出众，所以讨厌战斗的李宰祥应该不会出现在训练场。就在载轩准备去教室碰碰运气的时候，却突然听到一旁传来吵闹的声音。从围观众人口中得知，有一个结巴正在遭遇校园霸凌。回忆起曾经的自己，载轩索性决定去趟这趟浑水。他稍一用力，就冲围观众人的身边挤了进去，没有丝毫犹豫。载轩打开了面前的大门。也就在这时，一个人撞到了载轩身上。见自己撞到了人，结巴连忙向着载轩道歉：“你是谁？找我们小结巴有什么事吗？”而男人口中的结巴，赫然就是李宰祥。哥哥，你没事吧？李宰祥很好奇，面前的人是谁？我还不知道小结巴有一个弟弟，你们俩长得一点都不像啊！我从没听他提起过家人，还以为他的家人都被魔兽宰了呢。话音未落，载轩就一把拍开了黄毛的手。我觉得你最好先去医务室。难道你没看到我在和小结巴说话吗？你这是第2次碰到我了吧？最近怎么总是被人揪领子呢？载轩开始回忆金友情教自己的魔法理论，再按照脑海中柳星恩释放技能的方式，一瞬间神圣弓箭就直直打在黄毛身上。黄毛吃痛后当即挥剑斩向载轩，但下一秒剑就被直直弹飞出去。原来载轩刚刚使用了魔法立场，趁黄毛没反应过来，载轩一把抓住他的脸。现在该结束了吧？接着黄毛就被神圣弓箭打晕过去。男孩将黄毛打到生活不能自理，却转手掏出药剂帮他治疗。看到药剂的瞬间，李宰祥慌了神。随着药剂倒在黄毛脸上，他的伤势也肉眼可见的好转起来。我们现在该去医务室了。话虽这么说，但载轩走的方向却并不是医务室的位置，这附近应该没有人了。不管我们说什么，也不会有人听到了。李宰祥下意识以为载轩是他父亲派来的人。虽说载轩说自己并不认识他的父亲，但从李宰祥的眼神中可以看出，他并不相信这番话。你为什么要来找我呢？我有件事情想要拜托你，我想让你帮我制作一种药。我才不会制作那种东西。你不是挺擅长炼金术的吗？把这种药卖到黑市的人是你吧？要知道，没有人可以从黑市调查出交易人的信息，但这种事偏偏就已经发生了。李宰祥很好奇，面前的人究竟是谁？他又是如何调查出自己的个人信息？这个药是你做的没错吧？我根本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李宰祥开始后悔将药剂挂到黑市上卖，他本以为这是绝对安全的一场交易，可如今这却成了他的把柄。求求你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，我说这番话不是为了威胁你。说着，载轩将手中的药剂递给李宰祥，我只是需要一位优秀的炼金术师来帮我制作我需要的药。看载轩的样子，李宰祥知道他不是在说谎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米莱斯学院的准新生明载轩，那就让我听听你的需求吧。很快两人就到了李宰祥的工作室。你想要我帮你制作什么样的药？我要能永久性增强魔力量的丹药。永久性提升？那怎么可能？不过下一秒，李宰祥就开始分析所需要的原材料。载轩发现他这个时候的气场完全变了，不仅不结巴，而且只根据需求就能推测出大部分原材料。这么厉害的药，你还是去拜托其他炼金术师吧。我只想拜托学长你，我会提供一切你需要的东西。如果有配方的话，大部分炼金术师都能做出那个丹药。可李宰祥身上有着其他炼金术师无法比拟的天赋。我知道了，但我不能保证最后一定能成功。没关系，就算你失败了也没关系。可如果失败了，会给你带来损失吧？我是愿意相信学长你的能力，而且投资本来就有风险，不是吗？要知道，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如此相信李宰祥。从出生到现在，他一直处在父亲的光环之下。比起其他兄弟，他从没表现出优秀的战斗品质。这样的李宰祥没能得到父亲的认可，所以载轩的信任深深触动了他的心灵。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，载轩已经熟悉了魔法师的战斗方式。如今的他已经不会轻易被柳星恩打败，甚至还能在战斗中偶尔占到上风。而现在也到了要去见死亡女神的时候。男孩为了活命与死亡女神签订契约，他需要在90天内打败面前的怪物。为此，载轩找到了天才炼金术士李宰祥，让他帮自己制作能提升魔力量的丹药。在此期间，他还不断和柳星恩进行实战训练，终于能在规定时间内和柳星恩不分胜负。但即使是这样，载轩依然不能确定自己一定能赢过暗影幽魂。出发之前，他再次去找了李宰祥，李宰祥也不负所托，制作出了丹药。载轩吃下丹药后，魔力量提升了15点。我就说嘛，果然学长很有天赋，这都是多亏了你信任我。学长好好休息吧，看你的样子好像几天没睡觉了。那你下次有需要的时候
时候再联系我吧。寒暄过后，载轩就离开了李宰祥的工作室，而明天就是与死亡女神约定的日子了。我有预感，我们好像要有贵客临门了。第二天一早，载轩就再次来到副本大门前，准备好之后，新才便打开了副本大门。就这样，载轩再次独自进入副本之中。有了上一次的经验，载轩在这次传送过程中并没有一丝慌乱，很快他就来到了王者之域。只要他能打败暗夜幽魂，就能知道有关自己重生的真相。此时不远处传来阵阵光亮，原来是一只骷髅弓箭手已经瞄准了载轩。不过如今的载轩早已今非昔比，他同时学习了2种职业的战斗方式。一般来说，这样近距离攻击比不过武斗系，远超攻击又比不过魔法系，两者之中都没有特别擅长的，是一个非常模棱两可的职业。但柳星恩相信，如果这个人是载轩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与此同时，新才正在副本外等候载轩的消息。这个时候，他却突然感受到了一股陌生的气息。新才第一时间就将武器握在手中。原来你在这里啊，我找你半天了。来人正是新才的大学学妹颜珠。要知道，两人从大学毕业后就没有再联系，而颜珠如今竟然主动找到副本这里来。这个副本是前辈在管理吗？真奇怪啊！管理副本应该不在前辈的职责范畴内。其实我有件事一直很好奇，柳星恩董事长身体欠佳的传闻是真的吗？当然不是真的。颜珠，你是从哪听来的小道消息？很多人都这么说，我们经纪人工会能打听到的消息还是蛮多的。新才立刻意识到莲花工会已经被安插了人。谢谢你告诉我，托你的福回去我有事干了。还有一件事，你认识这个叫明载轩的孩子吗？最近他总是出入莲花工会，还经常与柳星恩董事长见面。我想问问你知道其中的缘由吗？这件事情就不劳外人费心了。其实我也没期待你会告诉我。我们的新才前辈，你的嘴巴有多严我又不是不知道。我来这里不过是收了工会的钱，必须得装装样子罢了。那我就先走了，再见了前辈。男孩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后，再次来到王者之地。这一次他已经能轻松对付这里的怪物。干掉小怪后，暗夜幽魂终于出现了。好久不见了，这次的我可与上次不同了。受到攻击之后，暗夜幽魂立刻向载轩发起反击，但载轩却轻而易举躲开了他的攻势。哪怕在空中，载轩也没放弃进攻的机会，不断使用神圣弓箭消耗暗夜幽魂的血量。这样一来，暗夜幽魂只能让载轩稳稳落地。恢复过来后，暗夜幽魂立刻对载轩发动攻势。只见3道斩击直飞向载轩，没曾想载轩只是一个侧身，就轻松躲开了暗夜幽魂的技能。看到眼前的这一幕，暗夜幽魂愣住了。眼见载轩就要走到自己面前，暗夜幽魂立刻朝着载轩攻去，可他的每一道攻势都被载轩轻松躲开，这就慌了。跟你想的不一样是吗？话音刚落，数道闪电锁链直飞向暗夜幽魂。身为一级技能，它的威力比神圣弓箭强了太多，而且载轩还能随意操控它的进攻角度。暗夜幽魂明显没想到载轩的技能可以改变方向，一不留神就被闪电锁链牢牢捆住。载轩明白仅靠这些伤害不足以干掉他，于是当即释放神圣弓箭准备补伤害。不过暗夜幽魂的血量也是出乎了载轩的意料，吃了这么多伤害，他反而进入了狂暴状态。而且载轩如果不能在10分钟内解决他，就会直接死亡。载轩还想使用绝对演算破坏这个技能，没曾想关键时刻赫尔却出手制止了他。赫尔，你怎么做这种事来妨碍我？见赫尔不回答自己，载轩只能抓紧时间干掉暗夜幽魂。但令他意外的是，暗夜幽魂居然开始主动逃跑，拖延时间。不能以载轩只能使用献祭先控制住他。就在载轩使用技能的间隙，暗夜幽魂开始反击了，不仅打断了载轩的技能施法，还给载轩附加了恐惧的异常效果。趁着载轩没反应过来，暗夜幽魂立刻冲过来消耗他的血量。好在这一击并没有让载轩受到致命伤，但一味的拖下去，载轩就没有胜利的可能了。他索性决定先封锁他的视野。见载轩冲过来，暗夜幽魂下意识想要拉开距离，但他很快发现载轩只是站在不远处释放技能。你不会真以为我会直接冲过来和你拼命吧？话音未落，暗夜幽魂面前就出现了强烈的光芒，隐藏在其中的闪电锁链直命中了他的身体。也就在这时，载轩终于到了暗夜幽魂的面前。暗夜幽魂还企图召唤小怪来拖延时间，但可惜载轩已经发动了献祭。由于识别到了不死族怪物，献祭自动转换为光之审判。在时间仅剩3秒的时候，载轩终于打败了暗夜幽魂，载轩也因此获得了称号，第一个通过试炼的人。洛基的选择果然是有道理的。来吧，孩子，我邀请你进入我的神殿。男孩成功击败暗夜幽魂，成为了第一个通过试炼的人，获得了前往死亡神殿的资格。几乎一瞬间，载轩就被召唤到了神殿门口。也就在这时，一股恐怖的气息锁定了他。只见一只怪兽从神殿中冲了出来，眼看载轩就要当场丧命的时候，加姆，把客人请进来吧。听到这话，加姆立刻调转方向，带着载轩进入了死亡神殿。赫尔，我来见你了，没想到你居然真的做到了，祝贺你，被命运选中成为反叛者的孩子，你完美的通过了我给你的考验。为什么把诺恩斯系统传送给我，还要给我这种考验？你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这都是为了让你成为一名反叛者。载轩很好奇，为什么是自己？你就是带着这样的命运出生的，反抗高高在上的阿萨神族，杀死至高神奥丁，那就是洛基。还有我们对你的期望，让我铲除奥丁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你不需要听懂，从一开始我就没期望你能懂。把你牵扯进神族纠纷的理由，你应该也无法理解。但你需要记住一点，这不仅仅是我们阿萨神族反对者的事情，整个世界都在向着终末发展，而奥丁想霸占整个世界。为了阻止这一切，我们需要你的力量，让自己强大起来吧。期待与你再见的那一天。不等载轩说什么，他就被赫尔强行送离了神殿。你还准备继续在一旁看着吗？我可不记得有邀请过你，请原谅我这个老人的无理之举。听说你和他见面了，我哪里还能坐得住？这家伙无论何时都是如此忠诚。话说回来，亲眼见到他的感觉怎么样？
样？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，毕竟他才刚刚迈出第一步。我倒是觉得你好像对那小子很满意。作为反叛者，他的成长超出了我的预期，他解决了我给他出的难题，最终来到了我的面前。虽然我失算了，但我还是很开心。那就好，他一切顺利我就放心了。你要说的就这些吗？你应该还有话想对我说吧？米尔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狡猾的老东西，你还想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吗？反叛者的因果法则分明被扭曲了，你以为我察觉不到吗？看来你那智慧巨人的名号已经是过去式，而且反叛者的左眼，那明明是奥丁献给智慧之拳的，你难道不准备解释一下吗？米尔，你和洛基究竟在打什么鬼主意？请原谅我，现在告诉你还为时尚早，你就当这都是命运的安排吧。命运吗？反正我已经习惯等待了，但是我也绝不会袖手旁观。按照预言中说的，前面还有无数的苦难在等着他，他需要一个向导，想要攀上高峰，必须要有一个向导，随时帮忙指引正确的道路。与此同时，载轩已经被传送到了副本之外，虽说没能了解到事情的真相，但他却获得了赫尔的庇佑，可以免疫所有异常状态。富婆给了男孩在商场随意消费的机会，但载轩现在却完全开心不起来。你的表情看起来不太好，你是遇到了什么烦恼吗？载轩当然不可能把自己的秘密说出来。去了一趟王者之域，不仅没得到真相，反而有了更多疑惑。虽说获得了新的 EX 级技能，但代价居然是铲除奥丁。载轩一边思考着，一边跟着夏娜闲逛，一不留神，夏娜就和销售人员聊了起来。原来夏娜帮载轩选中了一把魔法短刀，载轩没想到一个消耗品的价格就高达3亿。虽然米莱斯学院会给新生提供一些物资，但那些东西的品质都很一般，所以柳星恩给了夏娜一大串购物清单。看着密密麻麻的文字，一时间载轩都直冒冷汗。虽说夏娜一早就说明了自己的目的，但载轩还以为顶多会买一些卡牌或者丹药，所以应该不会花自己太多时间。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明显超出他的预料。那我们现在去购买铠甲吧。不过载轩已经在王者之域获得了铠甲，这副铠甲已经足够目前的载轩使用了，而且装备时还能获得技能隐身。听到载轩在一旁嘀咕，夏娜还以为载轩是需要隐身卡牌，这东西确实是每个猎习者都想得到的，但在这种地方应该是买不到的。我只是在自言自语罢了，你不用多想，本来就没几个人去学隐身技能不是吗？如果不是运气好在副本中刷到的话，几乎是得不到隐身卡牌的。没错，全国有隐身技能的也只有我哥哥一人。载轩很好奇，夏娜的哥哥是谁？我的哥哥是朴星才，您不知道吗？载轩怎么都没想到，夏娜居然是星才的妹妹。要知道他俩的气场可是完全不一样。就在这时，某种物品和载轩产生了共鸣，他的眼前再次出现了光亮。载轩连忙朝着光点的方向跑去，他相信那里一定有某种宝物在等待他。画面一转，练武场中猛烈的剑锋袭向男人，他面前的白发男子好像不知疲惫一般，挥出的每一剑都带有极强的侵略性。对练结束，胜利者是安浩言。虽然男人的实力也很强，但两人之间天赋的差异实在太过明显了。人们都说他是下一位 S 级猎习者，果然是有理由的。辛苦了，别太骄傲，这比赛你本来就该赢。我知道了，父亲，准备下一个日程吧。你洗完澡，我们就要去买东西了。殊不知安浩言早已厌倦了这机械一般的生活，他想要成为的猎习者并不是这样的。与此同时，载轩发现面前的宝藏居然是胡寄生，这是贯穿了奥丁之子巴德尔胸口的宝物，拥有着无穷无尽的魔力，可以和使用者共同成长。载轩很好奇，这是不是诺恩斯系统给自己开的另一个玩笑？他此时丝毫没注意到背后路过的安浩言。男孩是最有可能成为下一个 S 级的天才，但他却过着行尸走肉般的生活。现在的安浩言就宛如父亲手中的棋子，可除了接受这一切，他没有任何办法。我们有必要买这么多东西吗？要成为 S 级猎习者的人，怎么可能连这点东西都舍不得？但是花这么多钱的话，妈妈这个月的住院费……闭嘴！住院费我自有办法，你只要认真训练就好了。就这样，安浩言只能如同傀儡般站在一旁。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，就像动物园里的猴子一样供人围观。还记得他第一次觉醒能力时，妈妈微笑着摸了摸他的头。从那时起，他梦想成为一名猎习者，但对父亲而言，他的梦想不过是一种可以利用的东西。就这样，安浩言成了一台机器，每天重复着父亲输入的指令。就在这时，商场附近出现了副本裂缝，一时间安浩言不由得愣在了原地。你还在那里干什么？还不赶紧过来！你可是以后能掌控国家命运的天才，如果在这里受伤，那在米莱斯学院的开学仪式上只会得不偿失。可想到那些无法保护自己的普通人，安浩言第一时间朝着副本的方向跑去。这是他能证明自己是猎习者的唯一机会。他想要确认一件事情：现在的他还是不是能让妈妈引以为傲的孩子？可在看到哥布林的瞬间，安浩言停下了脚步。这是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这些怪物，但哪怕只是一些低级的怪物，都能让他忍不住全身颤抖。安浩言只能看着面前的哥布林冲向自己。被誉为武斗系的天才，最有可能成为下一个 S 级的安浩言，在哥布林面前彻底吓破了他。关键时刻，载轩及时赶到救下了他。强大的冲击让安浩言飞到了一旁。你难道是安浩言？时间回到2分半前，载轩买下了胡寄生。此时夏娜才刚刚赶到载轩所在的商店，她很好奇载轩为什么要买下一块奇怪的石头。不等载轩解释，网播便传来了出现副本的警报。载轩的选择与安浩言一样，第一时间朝着商场外赶去，因为这是所有猎习者都会做出的选择。出了商场的第一时间，载轩就释放了神圣弓箭，强大的魔法瞬间洒向哥布林群众，但怪物的数量实在太多，载轩也没办法一个人干掉这么多哥布林。也就在这里，他遇到了不幸的天才安浩言。安浩言很好奇，面前的人究竟是谁？多的话一会儿再说，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。等一下，你后面有。话还没说完，载轩就秒掉了身后的哥布林。你还要愣在那里吗？打起精神，拿起武器。听到这话的瞬间，安浩言的所有不安和犹豫都消失了。载轩的样子赫然就是他心中的猎习者。现在他
他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，干掉这些怪物，保护商场中的普通人。被誉为武斗系天才的安浩言，已经成为了人们心目中下一个 S 级猎习者，但他却在第一次碰到哥布林的时候，就被怪物的模样吓破了胆。到最后，他也只成为了一个普通的 B 级猎习者。不知是什么原因，他在战斗中总是很快败下阵来，所以人们称他为不幸的天才。不过这一次，载轩帮他拾起了重新战斗的信心。你会使用挑衅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先去吸引一些魔兽的视线。哥布林的数量太多了，你要尽可能去引诱他们。安浩言闻言，当即召唤出武器，接着便发动技能挑衅的呐喊。要知道，这可是比普通挑衅更加高级的技能，在这个年纪就学会这种技能，便是他被人们称为天才的原因。载轩相信，未来的安浩言一定会变成对自己有用的敌台。那我们就速战速决吧！天啊，这都是什么情况？载轩和安浩言立刻朝着声音的来源望去，来人赫然就是前来支援的猎习者。我是猎习者协会的朴京勋，这么多哥布林都是二位解决的吗？朴京勋很快认出来两人之中的安浩言，这样一来，两人杀死哥布林就能说得通了。我该怎么向上级汇报呢？我也正想跟您说这件事呢，您就说是协会的人解决的吧，反正也没人相信我们能干掉这么多魔兽。但是这么做明显是不合规矩的，如果有人看见的话，确实是不合规矩。如果你不想太显眼，我会尽可能帮你妥善处理这件事。那魔兽的赏金也给这个家伙吧。关于我在这里出现过的事情，请帮我保密。请你等一下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刚才明明是你自己把魔兽干掉的。对不起，我也有我的隐情。原来米莱斯学院开学近在眼前，载轩不想冒这个风险被自己父亲注意到，只有先隐藏自己的实力，才能在关键时刻有报仇的机会。而一旁的安浩言也陷入了纠结之中。按理说他不应该就这么霸占了载轩的功劳，但有了这笔钱，说不定就能缓解他母亲的病情。他想成为一名问心无愧的猎习者，但同样不想让母亲不治而亡。载轩也很好奇，安浩言到底在犹豫什么？你好好考虑，你的每一个决定都会带来不同的结果。如果你犹豫不决的话，肯定会有人因此丧命。安浩言意识到，如果失去了最重要的人，那他的梦想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如果有机会，我一定还你这份人情。仅凭刚刚的对话，朴京勋就能看出来，载轩有着不同于这个年纪的老练。看你们聊得差不多了，那么我就按你们说的办。既然已经确定了，那我就先走一步。请告诉我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吧。不用那么麻烦，你也不用那么客气，我们都是同龄人，而且我也是米莱斯学院的新生，以后我们会经常见面的。男孩干掉了成群的魔兽，却选择把高额的赏金让给安浩言，但并不是载轩不喜欢钱，因为比起这个，武斗系天才的一个人情更有价值。时间很快来到米莱斯学院入学的日子，有着武斗系天才称号的安浩言很快就引起了一旁学生的注意，而另一个吸引他们目光的人就是徐瑞娜，她是未来登上猎习者人气榜榜首的人物。不过徐瑞娜与其他人的情况不一样，载轩没那么容易把她拉拢过来，而且现在还没必要操之过急。现在他已经有了3位实力远超常人的伙伴，那女生再漂亮，你也不能一直盯着人家看吧。听到金友晴的话，徐瑞娜往载轩的方向看了过来。米莱斯学院的新生们，很高兴见到各位，我是理事长邱子仁。听到声音的瞬间，载轩的表情就变得严肃起来。他当年悲惨的生活，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邱子仁的缘故。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在这里我们无法预料会发生什么。你居然在关心我，别担心，我厉害着呢。不过这也是事实。金友晴在入学之后成为了魔法系排名第3的精英，所以载轩这一次无论如何也不会让金友晴重蹈覆辙。各位同学，米莱斯学院的入学仪式现在开始，我们为各位准备了特别活动，那就是在校生和新生在亚空间中的狩猎活动。新生狩猎正式开始。金友晴被脚下突然出现的魔法阵吓了一跳，关键时刻，载轩及时抓住了金友晴的手。载轩他入学的日子是今天吧？这么快就到了，我还想在他入学前给他发消息为他加油呢。现在发的话他应该也看不到了，我早就猜到董事长的想法了，所以在昨天就替您发消息给他了。真的吗？他回你了吗？载轩他说什么？他说让您不用担心。与此同时，载轩已经和金友晴到了亚空间之中，而这里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一个人，那个继柳星恩之后成为 S 级的魔法系天才，改变了世人对魔法系认知的徐瑞娜。画面一转，来到米莱斯学院的中央控制室，邱子仁正带着学校的老师们观察新生的表现。这批学生中有不少优秀的人才，除了安浩言，还有好几个潜力股：徐瑞娜、金友晴、李秀贤。虽然是魔法系，但评分都是超过90分的人。还有一个中途转专业的学生，资料还没更新。这种中途改志愿的人，不用看也知道，在我们学院坚持不了多久。能进入米莱斯学院的人都拥有极高的天赋，但这些人中还有像安浩言一样成名已久的天才。我们总要给那些垫脚石们提供一些机会，如果他们能够2次觉醒，那我们就赚到了。邱子仁的任务就是筛选出最优秀的天才献给那位大人，不能再耽误了，否则那位大人该生气了。米莱斯学院的入学仪式竟然是在亚空间内展开狩猎游戏。亚空间可以摆脱时间和空间的束缚，现实中无法实现的事情，在这里通通都能被歪曲成真实的形态。每一年都有5%的学生在这里淘汰。如此残酷的活动，就是为了让学生们感受自己的极限。所以载轩无论如何一定不能放松警惕，特别是在魔法系天才徐瑞娜面前。从现在开始，将由我向大家介绍新生狩猎的规则。根据规定，大家只能使用 C 级以下的技能。每当各位摘掉他人名牌的时候，都会获得一定量的积分。为了安全着想，我们已经把技能威力调至最低了，所以各位不必担心受伤，请积极参与到游戏中吧。载轩意识到他并没有提及固有技能，而且天赋的限制也没说明，所以他的目的就是要提前处理掉一些没用的家伙，并且尽早发掘出天赋异禀的新生。我们要在这里待3天呢，先去找个避难所吧。亚空间内有着各种陷阱和设施，想要在这里存活3天，最重要的就是找到一个避难所。我们如果和那个人组队，会不会更安全些？他好像和我们一样，也是魔法系的学生。虽说能把徐瑞娜拉拢过来是再好不过，但他是个极其不可控的因素。未来的新闻中曾多次报道，因为徐瑞娜丧失理智，导致无数人陷入
险境的事情，这不是能轻易决定的事情。你怎么确信他不会背叛我？他可是充满了戒备心，他的眼神里写满了对我们的不信任。可是你说的这些我完全感受不到，他现在给我的感觉和你小时候一模一样。说着，金友晴便径直走向徐瑞娜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组队？我和那个小子也都是魔法系，这个活动对我们新生不利。如果人越多的话，我们战斗起来就越容易。我们要不要组队，可能得等会再决定。只见三人上空有一阵风呼啸而过，想不到这么快就找到3个新生了。看来今年的积分应该很容易就能到手。怎么会有3个人？我感知到的明明是2个。全速率猛然发现自己无法感知到载轩的存在。那2位在校生都是武斗系，我们先逃离这里比较好吧？我们是逃不掉的，必须在这里解决他们。因为全速率的固有技能可以在300千米内追踪到他设定的目标。既然积分已经摆在面前了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沈俊祥说完就直朝着3人冲了过去，没曾想这一剑却被载轩轻松躲开了。已经好久没有人向我挥剑了，能避开我攻击的新生我不可能不认识，更何况你只是一个魔法系的新生。但下一秒，沈俊祥的剑就被载轩牢牢抓在手中。你这么蠢笨的家伙，居然还能活到现在！话音未落，载轩就捏爆了沈俊祥的剑，一时间徐瑞娜就被面前这一幕惊到了。给你3秒钟时间，如果你交出名牌，我就放你一马。作为魔法系新生的载轩，竟然在近战中压制了武斗系在校生，甚至徒手捏爆了沈俊祥的武器。给你3秒钟时间，交出名牌，我就放你一马。但此时的沈俊祥已经被吓破了胆，根本来不及在这么短时间内做出反应。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是你自己不珍惜。全速率也没想到自己的同伴这么快就被淘汰了。终于有新生夺取名牌了，是不是系统出问题了？这个人怎么不是安浩言？郑立秀教官，系统没有出现任何异常。明载轩吗？我之前怎么没有听过这个名字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向你发了组队邀请，你赶紧接一下，我们把另一个一并解决掉吧。金友晴很奇怪，载轩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强了？一旁的徐瑞娜什么也没说，默默掏出了自己的武器。哪怕没有载轩这样的怪物，全速率想要1打3也是不可能取胜的，所以他当即决定先解决掉一个，然后趁乱逃离这里。只可惜他的攻击同样被金友晴躲开了。如果金友晴只是普通人的话，这个战术或许可以行得通。躲开攻击之后，金友晴立刻对全速率发动束缚，全速率则在躲开束缚的间隙扔出了手中的飞刀。好在金友晴用魔法力场挡下了他的攻击。载轩知道仅凭金友晴还是很难战胜在校生，可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，却听到了徐瑞娜吟唱魔法的声音。徐瑞娜使用的是他的固有技能亚尔夫海姆之剑，几乎一瞬间，全速率就被徐瑞娜的技能给击败了。直到这时他才明白，面前的3个新生都是怪物。或许我刚才妨碍到你了吗？没有，刚刚是你救了我。那你们刚才的建议现在还有效吗？经过这些事情，载轩认为有必要调整一下对徐瑞娜的评价。或许他并没有新闻中的那么不堪，只是生性多疑，外加沉默寡言。3人组队之后就径直来到了最近的避难所，这里有其他人的脚印，看来他们进避难所了。所有人停止搜查，都到这里来集合。他们相信能干掉在校生的新生一定不会一直躲在避难所里，但他们并不知道载轩3人早已经察觉到了他们的踪迹，一道突如其来的攻击干掉了人群中的一个在校生。这种行为无疑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。顺着魔法的轨迹，他们发现了躲在一旁的金友晴。就这样，他们全都落入了载轩的圈套。这么多人都抓不到我，难道不觉得丢人吗？你这混蛋，还不给我站住！殊不知，金友晴正在内心嘲笑这些头脑简单的家伙。其实载轩一早就料到会有这种情况发生。虽然避难所很安全，但他们不可能一直待在这里。除了需要食物外，他们还要尽可能的获取积分，所以他们的目的就是反向狩猎在校生。也就在这时，金友晴发动了风力助推器。原来他们已经到了麻痹孢子蘑菇群地。在米莱斯学院的新生狩猎仪式中，新生们成为了在校生的猎物，但载轩却带着新生狩猎在校生。他们已经有情为诱饵，将在校生们带到了麻痹孢子蘑菇群地。原来载轩一早就问了李宰相抵御麻痹孢子蘑菇的方法，虽说没有什么可以预防的方法，但大叶层的汁液却可以治疗它的毒素，能治疗就够了。谢谢哥。所以载轩他们一早就开始寻找大叶尘，因为这场游戏就是为武斗系量身打造的。这里的每一条规则对魔法系来说都是有利的限制，像金友晴这种没有固有技能的，几乎失去了所有的攻击手段。我们要用基本技能逆风翻盘，你会用替换吗？徐瑞娜很好奇，一个和队友换位置的魔法怎么能实现逆风翻盘？你放心，只要有了它，我们就能大干一场。时间回到现在，在校生们也发现了这里的异常，如果他们继续追金友晴，就会进入麻痹蘑菇地群，所以他们开始犹豫，是不是该放弃了？我们都已经追到这里了，难道你现在想要放弃吗？如果我们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那个新生可是淘汰了金圣勋，你现在居然说出这种话，即使对手是新生，如果我们都被麻痹了，那也拿他们没办法。就算我们被麻痹了，那家伙也一定逃不掉。朴星和你留在这里，在麻痹范围外帮我们守着，剩下的人跟我来，我要让他们知道耍小聪明是没有用的。郑赫很清楚，金友晴想引诱他们进入陷阱，再让同伴趁机偷袭，但此刻的他已经彻底被愤怒占据了头脑，更何况他们从不会把魔法系的新生放在眼中。小东西，现在你没地方逃了吧？你这个臭虫一样的丫头，把事情搞得这么麻烦，是吗？我怎么感觉你们根本就不敢过来？刚才还在那里大言不惭，现在怎么都不敢过来？听到金友晴这么嘲讽自己，在校生们立刻冲了过去。金友晴当即触发了脚边的麻痹孢子蘑菇，蘑菇爆炸后，周围50米内的生物将进入2个小时的麻痹状态中。看来轮到我们出
出场了呀！郑赫也没想到金友情真的触发了麻痹孢子蘑菇，这种行为对他们所有人都没有一点好处。该换人了，现在不是我的主场了。话音刚落，一只脚猛地踩在郑赫脸上。尊敬的前辈们，现在是我的轮次了。载轩说完就把郑赫一脚踹飞出去。你还真是蠢啊，居然自己跑到麻痹孢子蘑菇群里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我已经让我的同伴在外面守着了，真是不好意思。那个人应该也来不了了。与此同时，森林中传来一阵猛烈的爆炸声，在笑声朴星河被淘汰，而淘汰他的人正是徐瑞娜。郑赫看到系统提示的瞬间彻底呆住了。我不是说过吗？那个人来不了了。能让所有人麻痹2个小时的孢子蘑菇，却无法对载轩产生任何影响，只因载轩拥有赫尔的庇佑，能免疫所有异常状态。载轩因此成为了这里唯一能动的人。想知道为什么的话，你还是留着去问神吧。其他3人只能眼睁睁看着郑赫被载轩干掉。现在就只剩下你们3个了吗？不断弹出的得分提示让指导老师们都吓了一跳。载轩他们的积分也一跃来到积分榜首。与此同时，金友情也喝下了大叶层的汁液，解除了麻痹状态。既然已经解决了麻烦，他们便准备去和载轩会合。载轩他好像很了解魔法替换的这种使用方法，我在书本上从没看到过。那小子转到魔法系才不到3个月，基本理论都是我教他的。难道他之前想去的是武斗系吗？就在前几个月他还沉迷武斗系呢，那时候他还对魔法不屑一顾。不过他怎么知道大叶层的汁液可以解除麻痹呢？这种事情他到底是从哪儿知道的？不多时2人就到了约定的会合地点。你身上的麻痹状态解除了吗？你们2个看起来都不是很累，我只是拼命逃跑然后用了一次魔法而已。我也还好，平时总觉得你长得傻乎乎的，今天倒是不太一样的。你说谁傻乎乎的？你好意思说这种话吗？在徐瑞娜看来，载轩完全没有傻乎乎的感觉，反而颜值还挺高的，正好长在了他的审美上。不过徐瑞娜很快压制住了内心的想法，现在还是要小心为妙。解决掉他们后，几人回到了避难所，载轩便开始在锅子里鼓捣起来。你在做什么？在做恢复体力的药水，我猜可能用得上，就从认识的哥哥那里请教了方法。你还有认识的哥哥呢？你不是连朋友都没有吗？瞧你这话，好像除了我你还有别的朋友一样。载轩你真的很厉害，感觉你好像不是我们的同龄人，你看起来很老成，就像比我们多活了10年一样。你们别在那里闲聊了，为了明天的行动我们得吃点东西。但载轩和金友情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天赋，做饭这方面我倒是会一点，要不让我来试试吧。我和奶奶住在一起，所以每天都是我在做饭。说着徐瑞娜便挽起头发准备施展厨艺。关于徐瑞娜的家庭情况，载轩知道的也并不多，但他和他奶奶住在一起，载轩猜测他的父母可能出现了什么意外。很快徐瑞娜就给大家做好了晚餐，2人吃下去后便被这味道惊艳到。金友情更是激动的直接抱住了徐瑞娜，没想到居然能在这里吃到如此美味的食物。和他们俩在一起，徐瑞娜也体会到了久违的幸福感。一场专为武斗系量身打造的狩猎游戏，载轩却以魔法系的身份带队登顶榜首，这一现象震惊所有观战的指导老师。我们一直期待的安浩言同学目前排名第4，更令人无法相信的是，现在排名第1、第2的都是魔法系的学生。至今为止，这种成绩只会在武斗系练习者中出现，但现在的情况所有人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3个魔法系新生居然在活动中主导全局，甚至让武斗系在笑声全灭。把刚才麻痹孢子蘑菇地群那里的画面再播放一遍，在那种情况下，他不仅果敢，而且判断力惊人，甚至还有着能够击败武斗系的实力，完全不像是魔法系，根本无法让人相信他是个新生。可关于明载轩的数据到现在还没有更新。理事长，关于明载轩的资料我们已经查到了，但我不知道这份资料是否有可信度。什么叫你不知道这份资料是否有可信度？你冷静点，把话说明白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您看一下他的资料就知道了。明载轩的魔法系匹配度达到了97%。看到这个数字的瞬间，邱子仁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同时他完全压制不住内心的喜悦。我想亲自确认一下，他到底是多么优秀的人才。您的意思是想直接介入这场考验吗？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去见见这个孩子了，就让我们来设计一场有趣的游戏吧。与此同时，载轩他们的积分已经高达110万，几乎已经坐稳了新生榜的榜首。由于噩梦之森现在已经没有再笑声赶过来了，不得已载轩他们只能离开避难所，因为想要获得更多积分，他们就得动起来。没办法了，那就开始准备吧。历届新生狩猎的最高纪录是114万分，我们要打破最高纪录，创造新的历史。载轩也没想到徐瑞娜的胜负欲居然这么强。就在这时，载轩突然发现有人过来了，只见一道猛烈的斩击直冲向载轩，这强大的威力已经远远超过了 C 级技能。原来由于亚空间不稳定，技能的限制已经被解除了。一时间，所有人都望向斩击袭来的方向。载轩，你没事吧？明明都是新生，他为什么要攻击我们？没想到我们会以这种方式再次见面。安浩言，你现在到底在干什么？但此时的安浩言仿佛听不到载轩说话一般，那家伙看起来没意识了，仿佛在被人操控着一样。载轩立刻想到这件事一定是邱子仁干的，因为在米莱斯学院的校庆日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。邱子仁因为自己贪污的事情败露，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，他用技能洗脑了学生，造成了可怕的事故，转移人们的视线后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那场事故让无数学生失去了性命。金友情也是在那天倒在了载轩的怀里。作为朋友，载轩肯定不会与安浩言放开手去战斗，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让他恢复意识。就在这时，诺恩斯系统突然发来任务，拯救中了洗脑魔法的学生，而任务奖励居然是一张空白卡牌。不久前还并肩作战的伙伴，如今却对载轩拔刀相向。原来安浩言被人操控了，但这也让载轩有了得到空白卡牌的机会。我一个人就能解决，你们快点离开这里吧，走得越远越好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帮我多攒点积分。他可是那个武斗系天才安浩言啊，你一个人怎么可能？你难道觉得我做不到吗？看到载轩这个样子，徐瑞娜第一时间选择相信他。知道了，我们这就走。瑞娜，为什么连你也陪着载轩胡闹？真是的，我走行了吧？赚积分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吧。不过载轩，你可千万别受伤了，等你解决
决了就赶紧过来找我们。放心吧，我很快就会去找你们的。时间回到1天前，安浩言靠着自己的实力干掉了不少在校生。如今的他已经有了60万的积分，只要再坚持1天，这场游戏就要结束了。他明明已经尽全力了，可还是拿不到第1名。他没想到魔法系的人居然能在这种条件下拿到第1，甚至连他的队友排名都很靠前。他不由得想起与载轩第一次见面时的场景，他果然是个了不起的家伙。既然这样，我也不能轻易认输。现在还有时间，如果我再加把劲的话，安浩言同学，我是理事长邱子仁，您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我有件事需要安浩言同学帮我做一下。随着一阵剧痛袭向脑部，安浩言被邱子仁洗脑了。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我要干什么来着？我想起来了，我要去干掉明载轩。时间回到现在，安浩言迟钝冲向载轩，只见安浩言突然猛地一剑斩出，可惜载轩轻轻一跃就躲开了他的攻击。载轩认出来这是他的1级技能5之级，剑一击不成，安浩言立刻与载轩拉近距离。载轩很好奇安浩言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强了。两人第一次见面时，他的表现明明非常普通，但安浩言现在的熟练度简直和当时判若两人，而且身体素质上载轩也比不过安浩言。安浩言仅用盾牌就能将载轩击飞出去，载轩只能在空中旋转卸掉这股距离。站稳之后，他当即发动了风力助推。现在载轩的速度已经远远超过安浩言，他利用速度优势绕到安浩言的背后，准备使用闪电锁链结束这场无意义的战斗。没曾想安浩言居然及时拉开了两人之间的距离，他的眼睛在追踪到载轩的动作之前，身体就已经做出了反应。不愧是天生就拥有超高战斗直觉的天才，载轩知道对付他可能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难。虽说只要使用绝对演算就能解除洗脑，但问题是邱子仁一定在监控室看着这场战斗，说不定脸上还带着猥琐的笑容。不过此刻载轩的胜负欲也被安浩言激发出来了，而且他还想让邱子仁付出代价。明明是魔法系的学生，却和武斗系一样近距离战斗，而且还能在战斗中占据上风。要知道载轩的对手可是武斗系天才安浩言，这样的场景让指导员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因为魔法系是不可能战胜武斗系的，那是他走魔法系这条路刻骨铭心感受到的真理。可这样的事情却真真切切发生在众人眼前。此时安浩言已经被打得完全没有还手之力，我本来没有想下手这么狠的，不过你的身体结实，估计一会儿就能站起来了，那现在就该处理一下他们了。只见载轩的脸望向了监控室内的众人，下一秒监控画面就变成了一片白光。发生什么事了？画面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？邱子仁一把从教官手中夺走遥控器，可不管他怎么按，画面始终都没有变化。看来他施展了切断画面的魔法，是闪光弹。好小子，跟我来这招是吧？金石基教官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活动结束之后，让这个叫明载轩的学生来我办公室，我们这么快就做决定，真的没关系吗？金石基教官，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在赢了的情况下还要用魔法切断画面吗？因为他知道提升自己利用价值的方法。与此同时，载轩已经来到安浩言的身前，接着便使用了绝对演算解除了他的洗脑。现在你清醒一点了吗？安浩言还想起身，却发现身体疼痛难忍，最后更是直接倒在地上抽搐起来。对不起了，你刚才突然冲过来袭击我，我攻击你了吗？我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事情？你中了精神操控系的魔法。安浩言这才想起来，自己好像确实听到过某种声音，可是这种魔法绝对超过了1级。亚空间内明明限制了技能等级的，可能是亚空间突然出问题了吧？又或者有人介入了这里。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些事情我也猜不到，但既然能搞出这么大的阵仗，说明这个人应该不是一般人能随便招惹的大人物。不过载轩相信，未来安浩言一定能认清邱子仁的真面目。安浩言艰难的起身，却发现自己身上的疼痛还是没有减轻。反观载轩却好像没事人一样站在一旁，想到自己和载轩之间的差距，他不由得握紧了拳头。真是不好意思，实在对不起。既然你还能动，那我就先走了，剩下的时间继续加油吧。不过这时安浩言却把一个东西扔给了载轩。载轩摊开手，发现居然是安浩言的名牌。你在做什么？你应该知道，没有名牌就相当于被淘汰。虽然比不过你，但我的积分也不少，而且我输给了你，所以这个应该归你。不过下一次我绝对不会再输了，到时候我会亲手把名牌拿回来。虽然这个东西的价值只有1万积分，但对于载轩而言却意义非凡，因为曾经的他是那么渴望武斗系的能力，能得到武斗系天才的认可，这种成就感是前所未有的。曾经只能羡慕武斗系练习者的小孩，如今却亲手打败了武斗系的天才，得到了他的认可。这是载轩穿越回来后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，他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已经迈过了那脆弱不堪的过去。很快新生狩猎游戏就结束了，载轩以153万的积分打破了以往的记录。你可是打破记录了，难道不应该高兴一点吗？我说的没错吧，瑞娜？如果再有1个小时的话，我们就能突破160万分了。算了，反正这些积分够我挥霍一段日子。那当然了，把我们的积分乘10就和现实中的钱差不多了。也就是说，你差不多赚了1530万，而且我排名第1，你们2个并列第2，应该还有额外100万的积分奖励。听到自己赚到这么多钱，金友晴忍不住的想往载轩身上扑。与他们不同，其他学生只能投来羡慕的目光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高大的身影从学生之中穿过。各位同学们，你们好，我是你们的金石基教官。两人闻言当即向着教官问好。我有话想对3位说，这里人多眼杂，我们换个地方怎么样？你要说的是关于我们这次新生狩猎的成绩吗？金石基闻言只能默默点了点头。载轩什么都没说，径直从金石基身边走过。你是不是应该问一下我要带你们去哪里？理事长办公室。我说的没错吧，教官？就这样，3人跟着金石基来到了邱子仁的办公室。理事长他人在哪？怎么把我们叫过来，他自己却不在？看到这么狂妄的载轩，金石基却敢怒不敢言。你们2位也先坐下来等吧。与载轩不同，金友晴和徐瑞娜只敢乖乖听话，让3位同学久等了。我来晚了。您好，我是魔法系新生金友晴。我是徐瑞娜，我认识2位。金友晴同学，徐瑞娜同学，你确实是来晚了，等得我都快睡着了。两人没想到载
轩居然会说出这种话。金石基也被载轩吓得胆战心惊，一时间整个办公室鸦雀无声。真是不好意思，为了更好的和各位对话，我需要一点时间准备。没有，应该是我们不好意思。这3天一直在亚空间摸爬滚打，还没来得及洗漱一下就过来了，这倒是我考虑不周了。经过几次试探，载轩发现邱子仁在向他们示弱，这意味着他不想错过眼前的人才。我给各位带来了应该不错的提议，所以还请见谅。首先恭喜3位同学在这次狩猎中位列前3，特别是明载轩同学取得了第1名的好成绩。不仅如此，你还以压倒性的优势打破了记录，这成绩真是令人难以置信，让我十分惊讶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不能直接一点吗？我们米莱斯学院打算给3位提供一些福利。第一，你们可以免费使用学院宿舍楼里的套房。第二，所有需要预约的设施3位均拥有优先使用权。第三，你们如果对考试成绩不满，可以申请重新考试。作为新生狩猎赛的前3甲，载轩他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优待，不仅可以免费使用学院宿舍楼里的套房，还拥有所有需要预约设施的优先使用权，甚至如果对考试成绩不满，都可以申请重新考试。除了我刚刚说的那些福利，3位同学还可以签下这份协议，成为米莱斯学院的合作伙伴。这些福利听起来倒是不错，但那些东西凭我们自己的本事，1个月内也能得到。毕竟米莱斯学院是一个靠实力说话的地方，我不理解为什么要让我们交学费的同时还要签订协议。你还是先把协议拿给我看看吧。和米莱斯学院签订合作伙伴协议后的5年内，作为练习者活动时要把收益的30%捐给学院。邱子仁理事长，这不是给我们的福利，而是想坑我们吧？如果你要是这么想，那我也没办法。这份协议不是强制的，签与不签由你们3位自己决定。听完载轩那番话后，金友晴和徐瑞娜对视了一眼，2人很快就决定不签这份协议。太可惜了，实在是太可惜了，这已经是我能为各位开出的最好条件了。可能你们还没考虑清楚，我可以再给你们一次机会。明载轩同学，你现在还是不想和我签约吗？邱子仁并不知道，载轩一直在等他发动洗脑的那一刻。由于赫尔的庇佑，载轩不会受到洗脑的影响。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不想签署那份协议。如果没有什么其他事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摸爬滚打3天后，还被马上叫来办公室，我们真的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了。就这样，3人再次从金石基教官身边经过。听完这些对话，金石基已经被吓出了一身冷汗。办公室内只剩下邱子仁和金石基2人。金石基教官，你也先出去吧，他不过是一个新生，居然能抵抗我的固有技能。明载轩，你让我更加想要得到你，你们真的不会介意吗？邱子仁刚刚的提议，你们也拒绝了。一开始确实会心动，但听完你说的感觉好像很有道理。我也对那份协议存疑，觉得拒绝它才是正确的选择。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受到优待，那对别人来讲肯定是不公平的。那些东西确实应该靠自己的实力去争取，那就好。其实我也希望你们能拒绝那份协议，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我们拒绝他提议的时候，他的表情阴沉的可怕，我也觉得不对劲。入学之后的第1场活动就出了问题，但他们2人却对这件事只字不提。明载轩，关于邱子仁理事长，你知道什么内幕吗？听到徐瑞娜的话，载轩停下了脚步。你为什么会这么想？你之前沉稳的不像一个新生，可在面对理事长时，你却异常敌对他。我也不太确定，所以现在还不太方便说。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，可以的话不要相信任何人，无论是理事长还是教官。米莱斯学院为优秀的学生提供了专属福利，可载轩不仅不接受，甚至当众羞辱了理事长。可以的话不要相信任何人，无论是理事长还是教官。这么说的话，我们连你也不能相信吗？没错，他的话你也不能相信。你看他长得凶巴巴的，之前还把我一个人丢在路中央。说着金友晴就扑了上去，你知道当时我有多痛苦吗？打闹一番后，载轩推开了金友晴。行了行了，快回去吧，那我们就在这里分开吧。金友晴看了看呆愣在原地的2人，你们是在这里演青春偶像剧吗？要不要也带我一个？女生宿舍在左边，男生宿舍在右边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那我们先回去了，载轩你也回去好好休息吧，明天就要上第1节课了，明天见。载轩再次回到了自己的宿舍，充满霉味的房间，嘎吱作响的地板，作为一个无能的差生，曾经遭受过的一切冷落都残留在这里。载轩已经很久没有体验过这种感觉了。第2天一早，学生们就已经聚集在设备室里。魔法系的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叫金智妍，是法力适应基础1这门课的主讲教官。载轩发现自己上一世好像并没有关于他的记忆，也许因为当时是武斗系，而金智妍又在不久后从米莱斯学院离职了，这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。在米莱斯学院当教官绝非易事，这是大部分觉醒者公认的事实。当然也不排除像金石基那样因为迷恋邱子仁钱财，一直坚持留在米莱斯学院的人。好了，同学们都安静一下，大家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诧异，为什么第1节课不在教室，而是让你们来这种大型设施处集合？原因很简单，今天我要测试大家的法力灵敏度。金智妍背后的门中传来了与法力魔方类似的魔力，因此不少学生都被这种气势吓得不轻。但载轩却已经发现了2者之间的差别，这些门后的法力浓度比法力魔方差太多了。大家眼前的装置叫做法力房间，它是在一般工会使用的法力魔方上改良而来的。对目前还是学生的各位而言，攻克法力魔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所以我们米莱斯学院为大家准备了这个，它是由多个小房间组成。第1个房间的法力浓度和空气差不多，越往后法力浓度自然会越浓。一般来说，新生可以坚持到第3个阶段，毕业生差不多可以坚持到第7个阶段。这节课就是要大家确认一下自己能承受多少浓度的法力。听到金智妍的这番话，徐瑞娜不禁握紧了自己的拳头。全体同学，请排成一队跟在我后面，过程中如果出现任何异样，请马上举手示意，助教们会带着你们出来。那么现在正式开始测试。新生的第1堂课居然不是学习理论知识，而是测试他们能承受多少浓度的法力。第1个房间的法力浓度和空气差不多，能进入米莱斯学院的学生都不会觉得不适，但往后的每一个房间法力浓度都会不断增加。从第2个房间开始，已经有学生承受不住法力的浓度，这些人在助教的帮助下离开
开了法力房间。到了第3个房间后，越来越多的学生承受不住压力了。第3个房间差不多是新生的平均水平，此时已经有将近一半的人放弃了。到了第5个房间后，剩下的学生更是寥寥无几。你有没有感觉到呼吸不畅？我还好吧。看到载轩可以轻松应对房间里的法力浓度，徐瑞娜也暗下决心要更加努力才行。到了第6个房间后，这里只剩下4个学生，他们全都是在新生狩猎中名列前茅的人。金智妍内心暗叹，邱子仁让他关注明载轩确实是有理由的，不过他根本就没打算乖乖听邱子仁的命令。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第7个房间了，各位一定要时刻谨记，如果有不适的感觉，一定要第一时间举手。要知道第7个房间已经达到毕业生的水准了。接下来要进入第8个房间了，有同学感到不适吗？看到众人一脸从容的表情，金智妍率先走进了第8个房间。你们看，他们居然去了第8个房间。进入第8个房间后，金有晴和李秀赫率先有了不适的反应，反观载轩却依然是一脸从容。从这里开始，装置内的法力浓度就和副本一样，每时每刻都在变化，即便是天才从这里开始也会变得力不从心。接下来我们将要进入第9个房间，几乎在踏入房间的瞬间，徐瑞娜的身体就承受不住了。随后进入房间的载轩连忙开始叫他的名字。金智妍听到声音后立刻回头望去。金智妍教官，你记住了，不管学生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伸出援手，危机对于学生们而言也是一种机会，如果把机会从他们眼前夺走，他们应该会很心痛吧。瑞娜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还能继续。不过徐瑞娜眼前的景象早已模糊，只是她的内心告诉自己，她绝不能输。这是一个只有强者才能生存的世界，在魔法方面拥有天赋又能怎样？还不是得屈居于武斗系之下。如果她在这里都得不到认可，那就没有地方能认可她了。最终徐瑞娜被助教们用担架抬了出去。徐瑞娜离开后，载轩头也不回地进入第10个房间，哪怕是金智妍从这里开始也会觉得呼吸困难。可当他进入时，却发现载轩依旧是云淡风轻的模样。我也有些承受不住了，就到这里吧。那你跟我出来吧，往这边走。金智妍很清楚，载轩刚刚说的肯定不是真话，因为他的样子分明比自己还要轻松。法力房间的测试能体现出一个魔法师的潜力。当大多数学生还停留在第3个房间时，载轩已经可以适应第10个房间的法力浓度。明载轩同学居然突破了法力房间的第10阶段，这意味着他已经达到了 B 级练习者的水平，或者说他有达到更高水准的潜质。各位也要好好努力，争取能早日追上他。徐瑞娜虽然很想战胜载轩，但第9阶段就已经是他的极限了。瑞娜，你刚刚没事吧？让你担心了，不好意思。他们说只是一般的法力中毒现象，你还好吗？刚才看你好像还挺正常的。我没事，不过你能不能把先挂在脖子上的毛巾摘下来？亏我刚刚还担心你来着。话说你现在感觉好点了吗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我也一点问题都没有。问完金有晴后，载轩又看了一眼徐瑞娜。他本以为徐瑞娜只是胜负欲很强，但经历过刚刚那件事，他发现徐瑞娜分明是在强迫自己。虽然这次没受伤，但他这样的性格日后管理起来会很麻烦。虽说载轩并不是想操控这些人的命运，但有了载轩的介入，他们的未来确实已经开始改变了，所以徐瑞娜的未来也极有可能发生变化。当然，金有晴也不可能像上一世一样夭折在学院里。你盯着我做什么？难道是因为我太美了吗？你真的没事吗？听你的话，你好像病得不轻呢。载轩不知道自己做的这些事对未来会产生多大影响，但目前的情况瞬息万变，想要一直先人一步，载轩就得提前做好准备。你刚刚在嘀嘀咕咕什么呢？说点我能听懂的。为了不把金有晴牵扯进来，载轩必须转移他的注意力，于是他把毛巾放在金有晴头上一通揉搓。拿开毛巾后，金有晴的头发已经变成鸟窝了。你这个该死的臭小子，这可是我早上好不容易做好的造型，反正你做不做造型都看不出差别啊。所以你现在是在说我长得丑吗？载轩意识到自己说错话，立刻拔腿就跑。明明要去医务室的人是我，怎么感觉载轩好像会伤得更重？不过徐瑞娜眼中还是流露出了一丝羡慕，他们两个的关系真的很好啊。与此同时，李秀赫也在关注着打闹的两人，他不理解载轩到底是怎么突破法力房间的第10个阶段。李秀赫，你一个人处在那里在想什么呢？金敏珠，关于那家伙你了解多少？通通告诉我，你还不知道谁是明载轩吗？秀赫呀，分析其他学生的实力，这可是必修课。那小子就是魔法系第1个在新生狩猎中获得第1的学生。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，我是想问这小子是从哪里冒出来的。但关于这件事情，金敏珠也并不知道。我总感觉他哪里怪怪的，他肯定隐瞒了什么。金敏珠到现在还没能适应李秀赫的变化，你不会觉得他一开学就走了后门吧？如果不是走了后门，不可能有人比我还强。听到这话，金敏珠内心一阵尴尬，因为李秀赫其实已经被徐瑞娜和金有晴给比下去了。这次就别逞能了，就算你拼命也不可能把明载轩怎么样。不过他话还没说完，李秀赫就已经离开了。真是个中二的家伙，从小到大这一点都不会改变的。李秀赫，你等我，一起走吗？作为 S 级练习者的圣女柳星恩，背地里却偷偷包养了一个还在上学的小孩。这些天载轩一直没有联系他，于是柳星恩只能主动联系载轩。您联系我应该是想听听我在新生狩猎中的成绩吧？没错，听你亲口跟我说才更有趣。结果您应该早就预想到了，我拿了第1。哇，我们载轩果然很了不起。朴星才经纪人也在您身边吗？听你这么说，他都高兴起来了。怪不得明明是新生却住这么好的环境，看样子你应该赚了不少积分。想在米莱斯学院生存下去可是出了名的艰难，你已经有了一个成功的开始了。作为你的老师，我也很骄傲，那真是太好了。我还挺担心，如果我拿了第2，您会教训我的。你在新生狩猎中有遇到表现非常亮眼的学生吗？您是想挖角一批人才吗？我确实有这个想法，如果你能提供情报，我也会给你相应的报酬。提供情报倒是不难，不过您还要给我报酬，未免也太见外了。因为我知道，如果再过段时间，我用这些报酬的2倍甚至10倍都不能请那些人来我们工会，那我就告诉您吧，魔法系的徐瑞娜和金有晴，还有武斗系的安浩言，这3个人都是值得莲花工会招揽的人才。
除了这些新生外，在校生中我也知道一位非常不错的人才，那个人就是李宰祥。我也知道这个人，他不是 S 级猎习者李宰成的小儿子吗？那个孩子的天赋比他的哥哥们要差一些，因此在家族中并不受关注。可即便如此，家人就是家人，如果把他挖到莲花公会，可能会和李宰成所在的封神公会产生摩擦。你觉得我们有必要冒着风险把那个孩子招揽过来吗？是的，我觉得非常有必要。他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上最顶尖的炼金术师。怎么样？您会欢迎他的加入吗？有你做这样的保证，我当然会欢迎。那我就先挂了。好，下次再见。与载轩聊完之后，柳星恩的心情明显好了许多。董事长，朴智贤到了，我知道了，请他进来吧。在朴夏娜的带领下，一个金发女人走进了房间。朴智贤进来后，夏娜立刻对着新才招手致意。看懂了夏娜的暗示，新才默默退出了房间。您来的还真是准时呢。对于我们商人而言，时间就是金钱，真是好久不见了。柳星恩董事长，我们好像并没有亲密到见到彼此会很开心，请先坐吧。谢谢您的款待了。所以，策划人工会的会长来找我有何贵干呢？这就直奔主题了。您这样问，我们的关系确实没办法好起来，但这种关系我也并不讨厌，毕竟可以避免浪费时间。你到底有何贵干？我听说莲花工会最近正在重点培养一位人才，那个孩子，您不妨出个价吧。世界上最成功的商人朴智贤首次来到莲花工会，就想从柳星恩手中买走载轩，但他并不知道载轩和柳星恩的关系并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。我听说莲花工会正在重点培养一位人才，关于那个孩子，您不妨出个价吧。此话一出，房间里瞬间陷入一片寂静。不好意思，我从来没想过把莲花工会的成员当成赚钱工具。您觉得那个孩子也是这么想的吗？世界上有很多钱买不到的东西，只是你现在还不知道罢了。作为一个商人，朴智贤丝毫没把这些话放在心里。反正我也没想过您会接受我的提议，本来我不过是想着出于礼貌，应该先来和您说一声。可是你所谓的礼貌，真的让我很不爽。既然如此，那真是太可惜了。看您的样子，也不愿意和我继续聊下去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就先走了。不愧是商人，真的很会看人脸色。那是当然，这可是我作为商人的基本素养。与此同时，载轩他们也迎来了第二天的体能测试，所有人都望着即将出炉的考试成绩。载轩很好奇，这一试他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平？很快，体能测试的成绩就出现在众人面前。看到这样的结果，载轩心中还是有一点失落。果然，我还是比不过武斗系的天才啊！虽说还不用操之过急，但现在他还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也是事实。载轩默默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安浩言，最后一个人缓缓离开了。你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？你一个魔法系猎习者，怎么可能仅次于安浩言排名第二呢？更何况这可是体能测试啊！你觉得这像话吗？没什么好奇怪的吧？我之前本来就是武斗系的呀，你也别把注意力全放在魔法上，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。你给我等着，总有一天我要痛扁你一顿。经过这次测试，金石基也意识到了载轩的危险，因为一般来说，魔法系是绝对不可能拥有这种身体素质的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将进行第二项体能测试 ，AR 空间闪避测试。这个测试是检测出学生们的能力，同时让他们知道自己极限的测试。这里就是传说中的 AR 测试空间，也是汇集了我们米莱斯学院顶尖科技的地方。各位将在这里进行闪避测试，简单来说就是构建超现实的虚拟敌人，让学生们与之战斗，从而提高实战能力。本来应该是让大家解决由无人机组成的虚拟怪物，因为这只是体能测试，所以我们只会简单评估各位的闪避能力。当然，如果能解决掉魔兽，我们会给出更高的分数。虽然载轩对他很不满，但这一点金石基说的倒是没错，因为猎习者的基本工作就是猎杀怪兽，攻击力不足的猎习者就不算成功的猎习者。明明只是一个孱弱的法师，却碾压一众武斗系，夺得耐力测试的第二名。而第二项要进行的就是 AR 闪避测试。说着，金石基将手中的东西分给学生。这个长得像耳机的东西是什么呀？这是一种收信器，用来辅助战斗系统，增强现实感的装置。你说的没错，明载轩同学知道的真不少。这个东西可以通过刺激大脑，让人感觉由投影仪构建的敌人是真实存在的。AR 战斗是通过无人机让魔兽出现在面前。这个装置最大的意义就是它的安全性。虽说是怪兽，但毕竟是虚拟的，所以不会有人受伤。而收信器可以给脑波带来刺激，会传达敌人攻击约1/5的伤害。但这么做的原因并不是为了伤害学生，而是希望能给他们带来适当的紧张感，以此提高在副本中的生还率。这个 AR 系统共有100个阶段，但今天的测试最高只进行到第10阶段。测试为4人一组，被喊到名字的同学将成为一组，然后按顺序进行测试。载轩和李秀赫被一起分到了第3组，每一组的成员大多是由2名武斗系同学外加2名魔法系的同学组成，而且每一组的实力还算比较平均。只见李秀赫径直朝着载轩走来，你就是那个叫明载轩的家伙吧？我听说你在新生狩猎中取得了第1的成绩，我始终无法理解魔法系的学生怎么能获得第1。我觉得这其中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原因。如果我说没有那种东西呢，那我就只能自己去找了，哪怕是动用武力，我也一定会找到真相。你不如从一开始就挑明你的目的，直接说想和我打一架不就行了？你还挺爽快。我正有此意。剩下武斗系的2人则是一脸懵逼，毕竟是一组的成员，所以他们还是觉得要缓和一下2人的关系。接下来是3组的同学请赶快上场。听到金石基的话后，载轩立刻走向了 AR 设备。虽然李秀赫很不满，但毕竟还是要以测试优先。第1阶段的敌人是骸骨士兵，在魔兽出现的瞬间，李秀赫就退到了队伍后方。所有人都没想到载轩居然径直朝着魔兽冲去。2名武斗系的成员见状还想叫载轩回来，毕竟在人们的认知中，魔法系冲到前排与送死没有差别。其实载轩也很好奇，为什么到了现在还有人敢挑衅自己？为了以后能减少不必要的麻烦，他必须在这里露一手了。随着载轩一拳挥出，骸骨士兵
瞬间就被秒杀了。这一幕是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情，甚至连场外的金有情和徐瑞娜都被吓到。紧接着，更多的骸骨士兵出现了，可无一例外，这些魔兽都被载轩一拳秒杀。原来这是载轩学到的主动技能魔法武装，这是一个普通魔法师绝对学不会的特殊技能，但并不是说这个技能有多稀有，而是因为这个技能可以提高法师的物理伤害，所以对其他法师来说，这个技能毫无用处。可对载轩而言，却能极大程度提升他的战斗力。魔法系的人都说他是个疯子，武斗系的人更是直呼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。只因身为魔法系的载轩，每次战斗都冲在最前方，甚至还学习了其他法师嗤之以鼻的鸡肋技能。因为他选择的道路是无数人尝试过，但至今都没人成功的战斗法师。依靠这种方式，载轩完美通过10阶段的 A2 闪避测试，甚至还打破了最短用时记录。而这一切都归功于柳星恩对他手把手的战斗教学。虽说每次教学时，柳星恩都会给载轩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，可事实证明，柳星恩的教学方式非常有效。你到底耍了什么把戏？你刚才看到的就是全部了。你一个魔法系冲到最前面也就罢了，居然凭一己之力把敌人扫荡一空，这种事情说出去谁会相信？不耍花招是绝对不可能做得到的。不管你怎么说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你刚才看到的就是全部了。事不过三，所以我不想再重复第3遍了。如果你真的那么好奇，不如我现在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厉害。李秀赫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，他下意识就要对载轩使用魔法。你们两个发生什么事了？听到教官的呵斥，李秀赫立刻冷静下来。如果因为斗殴被退学，那这一切就得不偿失了。见李秀赫没有动手的打算，载轩转身就走。别以为你已经赢了我，我好像没有输给你吧？米莱斯学院结上，我们俩再一决胜负。不行，我不会在米莱斯学院结与你战斗的。李秀赫还以为载轩是看不起自己，眉头当即皱了起来。米莱斯学院结那天，我已经有约了。随着这场闹剧过去，第2天的课程也结束了。安浩言躺在床上回忆起了今天发生的一切。他知道那个和载轩约定在米莱斯学院结一决胜负的人就是自己。他很开心载轩能把自己看作竞争对手。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，我得加紧训练了，到时候一定不能让他失望。与此同时，金石基则带着今天的数据去找邱子仁。你看到这次体能测试的结果吗？我刚才看了一下录像，今年的新生真是不简单啊！魔法系那个叫明载轩的学生，甚至打破了体能测试最短用时记录。金石基很清楚，明载轩并不是单纯的能力出众，作为一个魔法系的学生，他在前锋位置展现出的老练，已经超过了不少练习者。不多时几人就到了邱子仁的办公室。今天的体能测试真是辛苦各位了，赶快告诉我这次体能测试的结果吧。这次获得满分的共3位同学，分别是安浩言、车有元和明载轩，其中明载轩的表现更是极为优秀。继续关注明载轩的行动和成绩，并向我汇报。如果他有什么奇怪的举动，要马上告诉我。有金石基教官在，我就放心了。今天先到这里，教官们快回去准备下一次活动吧。明载轩啊，你还能给我带来怎样的惊喜呢？所有人都以为男孩不过是被圣女包养的小情人，可载轩却凭一己之力打破了学院的最短通关记录。在下课之后，他更是完美通关了闪避测试的第27阶，这种水平已经相当于6名 C 级练习者了。极少数熟知圣女的人才知道，载轩其实是柳星恩唯一的亲传弟子。哪怕载轩的实力已经远超学生的水平，但他还是要为下一次的活动做好准备，因为接下来的模拟副本事件是米莱斯学院历史上的一大耻辱，也是让无辜学生因此丧命的悲剧事件。上一世的载轩就处在这次悲剧的中心，最终全队成员只有他一人生还。所有人都对他说，还不如你去死吧。可即便遭受这种谩骂，载轩也不能离开米莱斯学院，因为他不能让信任他的人们失望。最终他的人生因为这场悲剧越来越黑暗，他不知道这一次能不能活得与前世不同。曾经无法守护任何人的他，被千夫所指，过着如同一次性用品般可以随时被替换用完即扔的生活。所以载轩不希望自己重蹈覆辙，这些令人后悔的事情经历一次就够了。时间不知不觉到了进副本的前一天，载轩，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走啊？每当看到这俩人，载轩紧绷的神经都会有一丝喘息的机会。明天怎么办呢？这可是我第一次进副本，我也是从昨天开始就没睡好。没事的，第一次进副本都会这样。说什么呢？听你这意思，还以为你不是第一次进副本。副本没去过，但是怪兽倒见过几次。现在不就有只怪兽在我身边吗？听到这话，金有情立刻扑到载轩身上揍他。你这个臭小子，瞎说什么呢？性子一直很冷清的徐瑞娜则在一旁看着两人，她心里其实还挺羡慕两人的这种关系，哪怕只是和他们在一起，徐瑞娜的内心也能感觉到温暖。你们要是真的那么担心，就把这个也带上吧。这是什么？你买的药水吗？我买我那份的时候顺便给你们带的，需要的时候别舍不得尽管用。载轩很清楚，上一世是运气好才活了下来，而这一次他要凭借自己的实力。时间转眼到了副本活动的当天，载轩一大早就开始热身活动，因为即便是超强法力的魔法师，也会因为突然滥用高级魔法受到法力反噬，这样一来使用者的身体就会受到极大损伤。而载轩的闪电锁链和献祭恰好都是高级技能，所以他一大早就开始运行魔法来热身。而且在这次的模拟副本中，还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，也许是载轩又或者是同队的伙伴，说不定会永远留在模拟副本中。载轩突然发现，如果事先将法力凝聚在丹田之中，在需要的时候就可以马上用来强化身体或者魔法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诺恩斯系统突然毫无征兆的出现了，只因在副本任务中只有男孩一人幸存下来，所有同学便开始咒骂他，甚至希望死去的人是他。从那以后，载轩便过上了如一次性用品般的生活。但这一世的载轩已经拥有了远超当时的实力，他相信这一次一定可以守护所有同伴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诺恩斯系统突然出现了，这是诺恩斯系统给载轩的第一个主线任务。你已经穿越回之前最想回去的时间点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将重新经历曾经令你后悔的转折点。现在的你会做出和当初同样的选择，还是其他不同的选择呢？你的选择可能会决定他人的生死，一切结局都在你的一念之
之间，诺恩斯系统除了给载轩2个选择之外，任务的其他所有信息都没有显示。载轩也不明白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。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，诺恩斯系统希望载轩成长来帮他们达成目标。可这个任务和选择，载轩就完全不能理解了。很快，众人就到了模拟副本的地方。本次模拟副本实战将随机分组，同组的人要一起协作通关副本。听到这些话，学生们立刻开始讨论起来，因为这样的分组方式非常不公平。如果遇到厉害的队友，他们就可以轻松通过，但运气不好的话，可能会出现整组都是弱者的情况。不过金智妍很快就举手示意大家安静。这次模拟副本实战是真正的测试，结果会计入最终成绩。模拟副本中只会出现与各位水平相当的低级魔兽，希望各位尽全力完成本次测试。但载轩很清楚，这不过是邱子仁设下的陷阱罢了。虽说这里大多数魔兽确实是低级的，可根据载轩上一世的经验，这里还混杂着一些 BOSS 级的魔兽。以载轩现在的水平，地级 BOSS 兽人之王并不是他的对手，但他也不想让邱子仁的计划可以顺利进行。而且这次活动中，邱子仁已经露出了马脚，说不定是个可以给他致命一击的机会。时间差不多了，现在开始随机分组，被叫到名字的学生出列，到这里进行抽签即可。在金智妍的组织下，分组很快结束。载轩和徐瑞娜很幸运的分在了一组，太好了，同一小组里还有一个熟人。徐瑞娜红着脸点了点头，什么也没说。对载轩而言，这确实是一个好消息，因为徐瑞娜的实力有保障。也就在这时，小组的剩下2名成员过来了。回头的一瞬间，载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你们好，我是武斗系的金真雅，我是武斗系的朴星宇，我们都是3组的成员，请多多指教。而上一世挡在载轩身前的就是金真雅和朴星宇2人。直到这时，载轩才明白诺恩斯系统给自己的任务，原来这就是摆在他面前的选择。上一世救下载轩性命的2人，如今再一次成为了载轩的队友。直到这时，载轩才明白诺恩斯系统的用意。看着面前的2人，一股莫名的情绪涌上载轩心头，也许是重逢带来的喜悦，又或者是没能救下2人的羞愧和后悔。不过载轩很快就将这股情绪强行压了下去。初次见面，我是魔法系的明载轩，我身边这位是魔法系的徐瑞娜，她有点认生，我带她和你们打个招呼，一会儿就拜托你们了。没关系，都是队友，我们一会儿就熟了，我们很好相处的，你放轻松就好。看到他们这个样子，载轩心里也有点开心，他们总是这样，无论对谁都非常的热情。既然大家都认识了，那我们先来制定作战计划吧。经过一致推荐，最终由载轩担任小队的队长。接下来的这段时间，载轩为他们讲了几个常见的作战方案，各位一定谨记，无论副本中出现什么都绝对不能动摇，特别是站在前面的武斗系，你们一旦动摇，这支队伍就全完了。不愧是新生狩猎的第1名，这计划的细节真不是开玩笑的，一共是6点对吧？我全都记下来了。备战时间到此为止，各小队的队长和队员都到前面来集合。听到这话，载轩连忙在人群中寻找金有情，发现他和安浩言一队后，载轩也放下心来。就这样，载轩带着众人率先走进了模拟副本之中。随后进入副本的就是安浩言的队伍，他们采取的是121队形。由于第一次进副本，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些紧张，毕竟是矿产型副本，这里应该会有狼人吧？应该会有吧？而且这里应该也有不少矿石才对，那这里应该也有钻石吧？如果我们仔细找找，说不定还可以有东西靠近了。大家站好各自的队形。金有情几乎第一时间就进入了备战状态，剩下2人则因为害怕全身忍不住发抖。他们的敌人是一群普通的狼人，在狭小的矿洞中，4人依然被魔兽包围。虽然这种魔兽很弱，但如果数量太多也不好对付，我们必须速战速决。说着，安浩言就率先冲了出去。金有情也没有犹豫，当即开始吟唱魔法。一瞬间，强大的光线就在矿洞之中迸发出来。长期处在阴暗环境下的狼人几乎全都丢失了视野。冲进魔兽群中的安浩言则趁机收割他们的生命。可他很快发现，队伍中的剩余2人已经遭到了狼人的袭击。海姆冥界之风啊，聆听我的召唤吧！随着金有情使用了技能空气爆炸，袭击他们队友的狼人全都被干掉。解决完魔兽后，安浩言立刻开始询问队友的身体情况。他们发现武斗系的世豪一直跪在地上咳个不停。按理来说，狼人是不会用毒的，他们也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也就在这时，一只硕大的狼角出现在他们面前。世豪他并不是中毒了，这是法力中毒现象。我们周围现在有很恐怖的魔力。安浩言也想不明白，这里为什么会出现兽人之王？一次普通的模拟副本测试，其中竟暗藏 BOSS 级魔兽。虽然载轩早就知道这些信息了，但他却并不能把这些事情告诉自己队友。不过因为载轩的强大实力，他们一路上都没遇到什么麻烦。没想到载轩你这么厉害，一个人就解决了好几只怪兽，这没什么，很容易就解决了。就在大家聊得热火朝天的时候，徐瑞娜却始终沉默不言。载轩也发现了徐瑞娜的情况，于是他默默走到徐瑞娜的身边。你还是不习惯和他们在一起吗？徐瑞娜闻言默默点了点头。载轩也没想到徐瑞娜会认生到这种程度。不过上一世就有传言，徐瑞娜一次性说话从没超过3句。这个时候走在前面的朴星宇突然停了下来，原来他们已经走到了一个空旷的房间。要知道载轩上一世的记忆中可没有这种东西，他当即明白这一定是邱子仁干的好事。不过下一秒他就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魔力，这股魔力的来源就是让他陷入悲剧中心的兽人之王。有东西朝我们这边来了。执行 C 计划采用先防御后反击的战术，他和我们之前的对手不一样，各位一定要小心。朴星宇很不理解，难道这里还有更强的敌人？之前教官不是说这里只有低级魔兽吗？只见几人面前突然发生剧烈的爆炸，接着兽人之王的身影便出现在众人身前。这是兽人之王，这里怎么会有 BOSS 级怪兽？徐瑞娜的第一个反应也是后退，但他想起来载轩之前的提醒，如果站在前面的武斗系动摇了，那这支队伍就全完了。于是他二话没说给2人加上了魔法屏障。魔法屏障出现的瞬间，朴星宇也很快反应过来，他当即释放挑衅技能吸引周围的小怪。
见众人已经冷静下来了，载轩立刻朝着兽人之王冲去，眨眼之间就来到兽人之王面前。载轩毫不犹豫使用了魔法武装，只听轰的一声巨响，矿洞内立刻布满烟尘。虽说已经见过载轩使用这个技能，但这强大的威力还是让徐瑞娜有点吃惊。可令人意外的是，兽人之王吃下这一拳后依然站在众人面前。虽然载轩来之前就想过可能会有新的变数，但他没想到自己居然遇到了可以再生的兽人之王。仅凭借这个能力，兽人之王的攻克难度就会大幅度提升。就在这时，诺恩斯系统检测出兽人之王背后的人是奥丁的乌鸦，当即给载轩发布了乌鸦狩猎者的任务，请把压制你和阿萨神族反对者的奥丁乌鸦全部消灭。每击败一只乌鸦，载轩就能获得一张空白卡牌。当所有乌鸦解决时，载轩的品阶就能得到提升。本该只有低级魔兽的测试副本，里面却突然出现了地级 BOSS 兽人之王。众人只是站在他的面前，便会因其外溢的魔力产生法力中毒现象。不过，身为教官的金智妍却对这件事情毫不知情，他还在观看载轩之前的战斗录像。即使是身为一级练习者的自己，他也无法做到像载轩这样战斗，所以他认为这次模拟副本大概率是载轩他们拿第一了。可就在这时，一扇模拟副本的大门突然打开了，他没想到载轩居然这么快就完成了测试，但当他看清来人时，却忍不住瞪大了双眼。金智妍教官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里面发生什么事了？教官，我们副本里出现了兽人之王。你说兽人之王？这怎么可能？好在谥号并没有太大问题，只是轻微的法力中毒。金智妍很不理解，这次测试究竟哪里出了差错？教官，第三组的成员还没出来吗？载轩他们目前都还没出来。安浩言很不理解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以载轩和瑞娜的实力，他们应该早就出来了才对。不得已，金智妍只能拨通了邱子仁的电话。理事长，我是教官金智妍。金智妍教官啊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经确认，模拟副本中出现了 B 级魔兽，请您尽快派人支援。原来是发生这种事了，你不用太担心，我这就派支援队过去。支援队到达之前，请你一定要原地待命。虽说邱子仁让他不用担心，但金智妍心中却始终有股不祥的预感。与此同时，载轩他们还在和兽人之王战斗。徐瑞娜和金真雅因为消耗过大累倒在地，站在队伍最前方的朴星宇更是早已失去了战斗能力。现在唯一还能战斗的就只剩载轩一人，而兽人之王却因为自己的自愈能力毫发无伤。经过诺恩斯系统的提示，载轩知道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。奥丁拥有2只乌鸦，一只名为福金，代表情感与思想；一只名为雾尼，代表着记忆。他通过这2只乌鸦洞察天下，统治着阿斯加德。这一切都是你们干的好事吧？奥丁的追随者面前的兽人之王魔力已经超过了 B 级，而且还具备再生的能力。这样的对手，即便是载轩也很难战胜。对载轩来说，逃跑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了。毕竟在穿越之前，逃跑可谓是家常便饭。但那时的他每天都生活在后悔之中。如今好不容易拥有了第2次机会，载轩希望这次可以由自己来守护他们。各位，我现在说的话你们一定要记住，我会拖住这个家伙，你们赶紧从副本里出去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仅凭你一个人怎么可能？话还没说完，载轩就秒掉了朴星宇身后的狼人。这已经不是测试了，现在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。废话少说，快跑！我没办法一边保护你们一边战斗。曾经总是躲在队友身后，遇到问题也只会逃避的少年，如今却主动站出来守护自己的队友。你们快点离开这里，我会帮你们拖延时间。载轩，小心你身后。关键时刻，一道魔法屏障挡住了兽人之王的攻击。载轩下意识朝着身后望去，我还可以战斗，我留下来帮你。看徐瑞娜的眼神就知道，载轩肯定无法说服他了。也许这就是载轩带来的一个变数。你们快去副本入口处，把这里的情况告诉金智妍教官，拜托你们了，我们能不能活下来就靠你们了。金真雅也知道自己留在这里也只会拖他们后腿，我们会尽快把教官带来，你们一定要坚持住。就这样，朴星河和金真雅离开了副本，载轩和徐瑞娜则留了下来。他们需要尽可能拖延时间，或者击败拥有自愈能力的兽人之王。瑞娜，我会在后面掩护你，你就放心大胆的使用技能吧。圣洁之剑啊，助我消灭世间的邪祟吧！几乎一瞬间，所有狼人就被徐瑞娜秒杀了。但这个时候，兽人之王却再次挥动了手中的木锤。载轩依靠速度优势不断闪避他的攻击。突然，他发现了一个足以改变战局的细节：兽人之王的身体竟然在慢慢融化，这意味着他的肉身能承受的魔力是有限的。而躲在他身后的乌鸦，一定在强行赋予他超过承受上限的魔力。载轩没有犹豫，当即装备了胡寄生。胡寄生能让载轩的视野扩张，还能提供一个主动技能魔力感知。使用魔力感知期间，载轩可以更加清晰地感知到运用法力的所有存在，以及所使用的能量的流动方向。载轩面前的兽人之王身体上出现了一根根魔力丝线，而那些丝线的末端则被一只乌鸦的手掌控着。总算让我找到你了，只会在背后耍花招的家伙！在乌鸦的操控下，兽人之王再次举起手中的木锤。这场闹剧该结束了，就让我好好送你一程吧。画面一转，来到阿斯加德。福金，你找我是有什么事情要汇报吗？我通过手下的乌鸦发现了众神仓库中丢失的胡寄生的下落，所以那个东西现在在哪里？在米德加尔特。胡寄生目前在预言中的反叛者手中。反叛者？难不成是米米尔那个臭老头？你也太大惊小怪了。反正我们已经和阿萨神族的反对者们签订契约了。托尔，你也太安逸了。你难道忘了在上次战争中我们失去了巴德尔吗？杀死他的正是那胡寄生啊！福金，你去查一下，预言中的反叛者和阿萨神族的反对者是否已经接触了？属下谨遵奥丁大人之命。福金的样子赫然就是载轩的父亲闵成奥。与此同时，在邱子仁的办公室内，所以说那边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？金智妍正如您所吩咐的，还停留在外面没有进入副本，目前还没有人意识到不对劲。那就好，还好我提前借用了那位的力量，我所做的一
切都是为了奥丁和阿萨神。曾经将男孩的生活推入深渊的怪物，如今再一次出现在载轩面前。虽说载轩的实力早已今非昔比，但兽人之王同样获得了自愈的能力。关键时刻，载轩发现他的身体正在慢慢融化。凭借胡寄生的力量，载轩终于找到了推动这一切的幕后黑手。这场闹剧该结束了，就让我好好送你一程吧。有了胡寄生的帮助，载轩可以召唤出更多的闪电锁链。几乎一瞬间，闪电锁链就到了兽人之王的面前。但兽人之王毕竟是 BOSS 级别的魔兽，更何况他还从奥丁的乌鸦手中获得了力量，一击不成，载轩只能迅速与他拉开距离。瑞娜，你能掩护我吗？让他的攻击无法命中我，我试试。但徐瑞娜目前的情况也非常差。他们两人都知道一件事情，就算载轩打败了兽人之王，徐瑞娜也很有可能因为法力反噬而死。所以载轩想不明白，为什么即便这样，徐瑞娜也要帮助自己。载轩好不容易才能从头再来，他本已经下定决心不再相信任何人，因为对于弱者而言，这个世界早已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。但是上一世有一位武斗系的大叔告诉我，在所有死因中，没有比因不信任同伴而死更悲惨的。而且现在摆在载轩面前的机会只有一次，载轩绝不允许自己有一点失误。只见数道闪电锁链再次朝着兽人之王冲去，兽人之王还想像上次一样击碎这些锁链，只可惜这一次载轩有了徐瑞娜的帮助，法力屏障帮载轩挡下了兽人之王的所有攻击。不过载轩很清楚，以徐瑞娜的状态坚持不了多久，所以他必须速战速决，只有这样徐瑞娜才有活下去的可能。而且他还想证明那位大叔说的没错，徐瑞娜也没想到载轩竟然把闪电锁链当作移动技能，如果没有超强的魔力掌控能力，这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事情。就在载轩即将与兽人之王正面碰撞的时候，载轩却突然操控闪电锁链来到兽人之王的上空。兽人之王当即蓄力准备给载轩致命一击，如果载轩被命中的话，徐瑞娜的法力屏障一定会瞬间破碎。眼看载轩就要被木锤命中的瞬间，他却依靠闪电锁链将自己抛向空中。载轩回忆起自己上一世修炼过无数次的基础剑法，由左下至上，让手中的剑垂直向上挥去。作为自己曾经黑暗生活中挥之不去的梦魇，载轩希望能用上一世的技能与他做个了结，这次绝不会再让你轻易再生了。原来载轩瞄准的是兽人之王与乌鸦之间的魔法丝线，斩断这些丝线后，载轩猛地一剑斩向兽人之王，充斥着愤怒的斩击让载轩的剑也随之断裂。好在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。作为魔法系的最强新生，载轩却在最后关头决定使用基础剑术，但这并不是说他的剑术有着改变战局的能力，只是因为基础剑术是他上一世唯一的攻击技能。面对上一世自己噩梦般生活的开始，他要用曾经的技能与他做个了结。好了，现在一切都已经结束了，接下来就让我好好看看你丑恶的嘴脸吧。话音未落，载轩就用闪电锁链打穿了一旁的岩壁，岩壁之后赫然还隐藏着一个洞穴，躲在里面的正是操控兽人之王的乌鸦。载轩二话没说，一脚踩了上去，告诉我奥丁到底有什么目的。不过这只乌鸦却始终沉默不言。但这个时候载轩发现了他脖子上的项链，于是他又狠狠给了乌鸦一脚。丘子人和奥丁之间又是什么关系？见乌鸦一直不回答，载轩知道再耗下去也没什么意义，于是他便一脚了结了乌鸦的性命。现在唯一要注意的就是法力反噬了。载轩，你那边已经结束了吗？载轩这时突然感受到一股寒意传遍全身，战斗还没结束，小心法力反噬。话音未落，两人几乎同一时间受到了法力反噬。不过进入载轩体内的混沌魔力却被他体内纯净的魔力净化了，这和他一大早起来就用魔力热身有很大关系。不仅如此，载轩在大气中能支配的魔力量还永久提升了5%。这个时候诺恩斯系统也为载轩发来了任务奖励，击败一只乌鸦后，他获得了5点天赋值和一张空白卡牌，等级也提升了1级。因为升级的缘故，载轩的身体很快恢复了，但诺恩斯系统提示他，有一位队友陷入了危险状态，如果不能及时得到治疗，该队友将会死亡。不久后，徐瑞娜终于睁开了眼睛，此时的载轩正在他身边呼呼大睡。徐瑞娜很好奇这究竟是什么情况，她连忙叫醒了一旁的载轩：“你醒了呀？身体现在感觉怎么样了？”徐瑞娜记得很清楚，自己刚刚明明受到了法力反噬，但现在她的体力和魔力居然全都恢复了。我好像已经没事了，我也没事，刚刚只是有点累，不小心睡着了。接着徐瑞娜环顾了一下周围，兽人之王不是已经被打倒了吗？你为什么没出去？我在等你醒过来呢，因为我有话想要对你说。你有话想要对我说吗？你想说什么？我觉得我们是时候在这里深度交流一下。听到这话的瞬间，徐瑞娜的脸一下就红了。画面来到副本外，金有晴正在呵斥独自跑出来的朴星宇和金真雅。金有晴同学，你先冷静，我非常理解你担心同学的心情。安浩言在一旁看着这一切，但他却没有任何办法，除了载轩和瑞娜能回来，否则这件事一定不会轻易结束。就在这时，他发现副本的门开了。友情，你先等一下，你别拦着我。你看，他们2个已经回来了。女孩因青梅竹马没有出来而斥责她的队友，如果没有金智妍阻拦的话，金友晴恨不得现在就进去找载轩，但她并不知道，载轩此时正和徐瑞娜在副本内深度交流。友情，你冷静一点，快看副本入口处，他们已经活着回来了。你们该不会是因为我们吵架吧？要知道监察班的人明明说过他们俩已经死了，而且从副本内的魔力推算，他们的对手至少是 B 级的 BOSS 怪兽。见到2人回来，金友晴也是哭着扑向2人。教官和监察班的人都说你们回不来了，还好你们没事，还好你们没事。好了好了，你先把我们放开吧。朴星宇和金真雅则很犹豫，要不要上前关心一下他们。朴星宇、金真雅，谢谢你们愿意相信我，他们2人是受了我的嘱托才提前出来的，是我拜托他们先出来找教官寻求帮助，所以他们不应该受到大家的谴责。即使你这么说，他们也不能扔下队友先出来的，如果是我也会这么做的，所以你别再怪他们了，你也不要再因为我生他们的气了。瞎说什么呢？我才不是因为你生气，我是因为瑞娜。看到几人的样子，金智妍心中也松了口气，不过她的内心也对邱子仁埋下了怀疑的种子。
时间回到3分钟前，徐瑞娜以为载轩说的深度交流是那个意思，不过载轩其实只是想和他敞开心扉，并让他将今天的事情全都保密。你拥有这种能力，为什么还要隐藏起来？你难道不好奇吗？为什么副本里会出现兽人之王？为什么学生们会身处险境？邱子仁理事长那家伙就是个人渣，他一直把学生当成工具，他的真实面目和你们在媒体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。只要是他认为没有利用价值的学生，即便是死了，他也觉得无所谓。所以你想要牵制邱子仁理事长，为此还特地隐藏自己的实力。得到这些答案后，徐瑞娜的思路一下就被打开了。从理事长办公室出来的那天，你曾对我说过不要相信邱子仁和教官。我想知道对邱子仁理事长你到底了解多少？你好像一开始就知道他是个坏人，而且你的表现让我觉得你好像早就知道要发生什么。这些事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？既然你想要和我深度交流，那就回答我的问题。载轩很清楚，如果把徐瑞内卷进来，他肯定会有生命危险，而且他的魔法适配度很高，载轩的洗脑也不会对他有作用，而且即便把这些告诉他，也不至于让徐瑞娜成为自己的同伴。抱歉，我目前还不能和你说太多，知道太多的话你会有危险的，希望你可以体谅一下。时间回到现在，金智妍想为了没能及时提供救援向载轩道歉。载轩也知道，身为教官他必须要在外面维持秩序。没关系，您也不是故意让我们身处险境的，我得先走了，今天实在是太累了。一起经历过生死危机之后，载轩立刻与徐瑞娜进行了深度交流，两人之间的感情也迅速升温。虽然载轩已经告诉了徐瑞娜邱子仁理事长的真面目，不过载轩认为这些事并不足以让徐瑞娜成为自己的伙伴，但他并不知道徐瑞娜对他的感情早已今非昔比。那些事情你真的不能再多告诉我一些吗？说不定以后还会发生类似的事情，我相信你会遵守我们之前的约定。不等徐瑞娜说什么，载轩就一个人离开了。金石基教官，这次你真是太令我失望了，对不起，理事长，这次是我的失职，作为我最忠诚的属下，我可以原谅你一次，但是我绝不会把没用的人留在身边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下次我绝对不会再让您失望了。金石基教官，你最好能说到做到，下一次的活动一定要驯服明载轩这匹野马，千万别让我的耐心耗光，否则你知道后果。画面一转，来到载轩的套房，此时他已经洗了个澡，好好放松了一下，看着今天穿过的战斗服，载轩不禁陷入了沉思。穿越前的那个世界，金有情死了，安浩言则是连自己能力的一半都没开发出来。为了改变这一切，载轩必须介入他们的生活，但徐瑞娜与这两人不同，即便没有载轩，他自己也能充分成长。所以载轩决定，下次和他接触的时候一定要更加谨慎，毕竟载轩也不知道会给他的未来带来怎样的改变。不过现在更重要的还是找到邱子仁和阿萨神之间的关系，毕竟这次副本的事只是一个开始，往后一定会出现更加危险的情况。为了能应对这些事情，载轩必须马上成长起来。正当载轩思考这些的时候，他听到了电视中的谈话。这个世界除了普通副本外，还存在着其他的副本，比如说主题副本。这种副本的通关方式不同，必须要达成一定的条件。要说特别之处的话，就是挑战主题副本时无法中途退出。听到这话，载轩猛地站起身子，他连忙来到日历旁边查看今天是什么日子。如果不是电视提醒的话，他差点都忘了还有这么一回事。挑战主题副本的人会变成该主题中的角色，想要通关就必须要达到特定的条件。虽说主题副本相比于普通副本难度提升了很多，但他们提供的奖励往往都是更加强大的道具。练习者之间都称这些道具为神的安排，这也是练习者们热衷于挑战主题副本的原因。画面一转，来到金有情他们的宿舍。对不起，我们让你担心了，没事了，你们两个平安无事就行了。载轩的性格就是有点讨人厌，我反而还担心他欺负我。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总是惹我的。听到这话，徐瑞娜明显有一点不开心。难道那个臭小子真的在副本里面欺负你吗？没有，就是载轩他好像很信任你。徐瑞娜心想，如果载轩能再多依靠自己一点就好了，如果我能再强一点就好了。这样的话，看到徐瑞娜这个样子，金有情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我们去吃好吃的吧，不带载轩那个臭小子。徐瑞娜一开始还是有点犹豫，但想到金有情这么做只是为了让自己开心，她最终还是向金有情敞开了心扉。根据报道，世界上存在着一种特殊副本，名叫主题副本。进入副本之中的人不仅不能随时退出，而且还会变成副本中的角色。只有达到特定条件才能攻略副本，但就是这种难度远超一般副本的主题副本，却仍然吸引着无数练习者前来攻略。只因这种副本的奖品被人们称为神的安排，而且在不久的将来，某个游乐场内马上将要出现一个主题副本，而它的奖励是提亚尔菲的雷霆步法。雷神托尔的仆人曾使用过的提速神血，因其能大幅度提升敏捷值的功效，它成了当时所有武斗系练习者趋之若鹜的道具。载轩此前恰好把天赋都分配给了法力和耐力，有了它正好可以让自己各项能力保持平衡。不过在此之前，载轩需要先整理一下这次的任务奖励。一灯的金苹果是神话级的消耗道具，使用后不仅可以延缓衰老速度和提升自愈能力，还能增加20点体力和法力，这些功效足以让它卖出一个好价格。只可惜它是专属道具，无法交易。好在那些功效对载轩而言是实打实的增强，趁着自己属性又有了提升，载轩便决定去挑战一下主题副本。于是他拨通了柳星恩的电话。不久后，载轩便来到了会出现主题副本的游乐场，回忆起自己穿越前的世界。这里的设施确实有些无聊。先生您好，请问您需要哪种票？只见载轩默默将一张卡片递到售票窗口。我是莲花公会的练习者明载轩，再过一会儿，这里马上会出现主题副本。与此同时，有一个人来到了载轩宿舍的楼下。你说明载轩同学已经出去了？是的，他昨晚就过来在我这里开了外出证。金智妍没想到载轩在经历那种事情后这么快就恢复了。要知道他还只是个刚入学的新生，不仅实力出众，就连克服心理阴影的速度也很快。金智妍开始不由自主地关注起载轩来。等明载轩同学回来，可以麻烦你让他来找我一下吗？我会帮您转达的，谢谢，麻烦你了。办完事情之后，金智妍就离开了
了载轩的宿舍，随后他来到了校园的一个角落，确定没人跟踪自己后，他掏出了通讯装置。我是金智妍，宋志熙组长，您能听得到吗？听得到。你那边调查的怎么样了？经确认，这次模拟副本中发生的事故很特殊，是邱子仁亲自动的手。这次的总负责人是金世基吧？他应该和邱子仁是一伙的。你继续留意他们，如果有特殊情况要及时联系我。我知道了。我还有一件事想向您汇报，我之前和您提到的明载轩同学，他好像知道些什么。男孩只是对着售票员说了一句话，就让热闹非凡的游乐场瞬间空无一人。直到此刻，广播都还在播放着紧急疏散通知。虽说载轩是为了方便行事才联系了柳星恩，但他也没想到莲花公会的名字会这么好用。不过载轩也并不能毫无顾忌地使用莲花公会的名号，比如这次柳星恩就对载轩提出了一个条件，一旦发生危险，你一定要把自己的安全放在第一位。我并不是不相信你的实力，但哪有老师会希望自己的学生身陷险境？毕竟副本是一个变化莫测的地方。也就在这时，主题副本变为废墟的奇幻乐园出现了，只有接受完这里的3个任务并将其完成，才能获得提亚尔菲的雷霆步伐。任务的时间一共24个小时。载轩之所以能找到这个地方，是因为上一世的通关者将每一关的所在地都公布出来了。他的固有技能是思维加速，凭借这个技能，徐亚轩每天到处招摇，最终因为被人妒忌陷入暗斗而死。正因如此，提亚尔菲的雷霆步伐最终落入了他人之手。所以与其让这个装备落入别人之手，不如自己先拿到再说。有了上一世的那些提示，载轩很快就找到了第一个任务地点。第一个任务是海盗船，载轩要做的就是改变故事的结局。随着一阵光芒闪过，载轩被传入到了副本之中。可就在他走后，一个身影出现在了海盗船门前。载轩的第一个任务是提亚尔菲的仇恨，他将化作从维京族侵略中幸存的战士提亚尔菲。由于托尔看中了提亚尔菲的飞毛腿，想要将提亚尔菲收为自己手下，托尔便命令人绑架了提亚尔菲的妹妹罗斯昆娃作为人质。想要通过这一关，载轩需要保证2人不死的情况下救出罗斯昆娃。提亚尔菲本是凡人，因全家都死于维京人之手，所以他极度憎恶维京人信奉的阿萨神族。但这些信息却与载轩从小读到的故事恰恰相反。他很好奇，难道这也是阿萨神系统和诺恩斯系统的差别吗？提亚尔菲，你快醒醒！刚刚穿越到这个世界的载轩还有一点不太适应，但载轩的记忆告诉他，他们现在夺走了维京人的船，准备去救罗斯昆娃，而面前这个人就是夺船行动的策划者费德提克。就在这时，2艘船猛地撞在一起，此时还能在甲板上站稳的人就只有载轩和费德提克，而他们也早已被维京人的船只包围了。只见无数维京人跳到他们的甲板之上，虽然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，但载轩只能把找罗斯昆娃的事情往后放一放。你快去躲起来，这里就交给我吧。等一下，提亚尔菲，你一个人是不可能。话还没说完，载轩就跳到了敌人的船上，而他在这里看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，扮演罗斯昆娃的人竟然是徐亚轩。为了得到提亚尔菲的雷霆步伐，载轩借用莲花公会的名号清空了整个游乐场，但他没想到，在主题副本的第一关就遇到了上一世通关这个副本的徐亚轩。他很不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，而且徐亚轩在副本中扮演的角色赫然就是罗斯昆娃。载轩并不知道徐亚轩会出现在这里，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意外。在广播疏散人群的前3分钟，徐亚轩恰好进了卫生间，等他出来却发现游乐场居然变成了一个主题副本。更悲惨的是，除了他以外的所有人全都提前离开了，所以徐亚轩只能寄希望于攻略组的人早点到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他还是希望能找到和他一样没出去的倒霉蛋。也就在这时，他发现了准备去攻略副本的载轩，于是徐亚轩便一路尾随载轩，直到进入了主题副本的第一关。载轩现在也是一阵头大，如果卷进来的是别人还好说，可进入副本的偏偏是上一世的通关者徐亚轩。你这个蠢货不赶紧躲起来，居然敢堂而皇之登上敌船，让那个傻小子尝尝弓箭的威力吧！只见无数弓箭瞬间朝着载轩射去，但载轩只是开启魔法屏障，便将这些攻击全都挡了下来。为什么我身边总是会出现一些脑子不正常的家伙？话音未落，载轩便开启魔法武装冲了上去，一时间甲板之上只能听到敌人的惨叫。载轩虽然现在心里很乱，但往好的方面想，说不定带上徐亚轩这个狡猾的家伙，自己反而更容易通关。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载轩便决定带上他，然后物尽其用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光头大汉猛地冲了过来，只可惜载轩稍一侧身就躲开了他的攻击，随后猛地一拳砸在大汉脸上。载轩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解决掉这些人，然后将徐亚轩救下了，进入下一个关卡。我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陪你们胡闹，别磨蹭了，你们一起上吧。一转眼的功夫，载轩便将所有敌人全都消灭了。别装睡了，赶紧起来吧，你就是罗斯昆娃。被你发现了，那你应该就是提亚尔菲了吧？没错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只见载轩猛地一拳砸在桅杆上，我知道你在打什么鬼主意，别想着耍小聪明来试探我的底线。徐亚轩被吓得一句话都不敢说，只能乖乖点头。救出徐亚轩后，2人也回到了出发点。载轩坐在徐亚轩面前，就那么盯着他。见载轩不说话，徐亚轩也只敢乖乖坐着。在他眼中，载轩是一个拥有武斗系身手的魔法系练习者，虽然年龄和自己差不多，但性格却十分令人讨厌。徐亚轩想不明白，自己怎么偏偏就碰上了这么奇怪的一个人。你刚才说你的技能是什么来着？我的技能能让人更好的驾驭剑，毕竟在徐亚轩这个年纪掌握技能的人非常少，所以他觉得自己可以蒙混过去。你的技能应该不是只有那一个吧？我讨厌别人对我说谎，我没说谎，这是一个叫初级剑术修正的技能，让我猜一下，你的技能应该叫思维加速。女孩为了活命尾随男人进入副本，本以为可以成功抱上大腿，可男人的脾气却异常的古怪，还以为可以凭借智慧来欺骗他，没曾想面前的男人居然连他的技能都知道。几乎一瞬间，徐亚轩最后一层心理防线被击碎了，可以瞬间将使用者的时间变慢，在这期间让使用者思维加速。你技能的作用，我应该没说错吧？徐亚轩实在想不明白，为什么载轩能知道自己技能的作用。看来
来我不能带你一起了，你估计想利用我攻破这个副本吧？瞧不起人也该有个度。载轩说完之后转身就走，是我错了，大哥你说的都对，求求你不要扔下我一个人，你要我怎么相信你？你现在让我做什么都行，真的吗？那我们就签约吧。听到这话，徐亚轩彻底慌了神，他没想到载轩居然还有这样的技能。签约之后，徐亚轩不能做出任何危害载轩的行为，还得服从他的命令直到通关为止，而且合约的内容也必须对外保密。相应的，在通关之前，载轩会保护他的安全。原来这是载轩从邱子仁那里复制的洗脑的一个从属，通过签订合约可以获得一部分主导权。对载轩而言，想要驯服徐亚轩，这是最有效的招数。事已至此，徐亚轩也只能签下这份合约。我开的条件还不错吧？都没有夺走你的思想。当然，如果你想自己留在这里，你随时都可以毁约，我会好好努力的，请你一定不要丢下我一个人。与此同时，在赫尔的神殿内，看来那个小小的反叛者好像很努力呢。那些贪婪的阿萨神族们目光变得越发犀利了。我若是离开，他们必定会来闹事，这可怎么办？听到这些话，赫尔只是轻笑一声，并没有给予回答。赫尔，成为我的眼睛吧，帮我关注反叛者的成长。我们必须再争取一些时间，让反叛者完全成长起来。画面一转，来到主题副本内，徐亚轩很好奇他们接下来去哪里。幽灵之家，我们要先去那里。看到徐亚轩的反应，载轩也是有一点诧异。难道你害怕了吗？我怎么可能害怕？现在哪里还有人怕那种东西？这里好像就有一个怕的。我都说了我不怕，你不怕就好。我们要准备进去了。不过徐亚轩脸上的表情早已出卖了他。等一下，走过来太累了，我需要先休息一下。只可惜下一秒，两人就被传送到了第二关。他们需要在不违反3条规定的情况下离开这座宅邸。你这次是什么角色？我好像是摄影师。哥哥你呢？我好像是恐怖凶宅的探险主播。这里已经好久没有客人来了。尊敬的客人，你们好啊！我叫阿尔弗雷德，是服侍这座宅邸主人法兰迪奥伯爵的管家。今日受伯爵的命令前来接待二位。主题副本的第二关竟是一座阴森恐怖的宅邸。载轩化作凶宅探险主播，而徐亚轩则变成了他的专属摄影师。他们收到了法兰迪奥伯爵的邀请，但这里藏着一个阴暗而又卑劣的秘密，他们需要用摄影机记录所有真相，揭开这里的秘密并逃离这里。如果成功，将会获得一个主动技能幻想；如果在规定的时间未能逃出，或者没能揭开宅邸的秘密，则任务失败，而失败的惩罚是死亡。我叫阿尔弗雷德，是服侍这座宅邸主人的管家。今日受伯爵的命令前来接待二位，二位里面请。伯爵嘱咐我一定要好好招待二位。二位远道而来，想必一定饿了。我先带二位去餐厅吧。载轩一进来就发现了一个花瓶，上面写着“献给最美丽也最糊涂的少女”。见得不到什么情报，载轩又开始打量四周。哇，那幅画好漂亮啊！顺着徐亚轩的目光看去，画中是一个小女孩和一只金毛，这是这座宅邸的主人法兰迪奥与他的爱犬肖恩的肖像画。能把肖像挂在这里，看来他的儿时回忆对他来说意义非凡了。那是自然，他保留了很多儿时的回忆，那是像梦一般十分幸福的回忆。看着管家的样子，两人一时间有点脊背发凉的感觉。二位这边请不要乱动这里的东西。说着，管家就开始继续给两人带路。载轩知道自己现在必须要打起精神来。上一个任务提示了事件的前因后果，但现在不一样，这里的所有事件和秘密都要载轩亲自去探索。你没事吧？刚才还说自己不怕鬼，原来全是骗人的。我只是还没适应而已，再给我点时间适应一下。就在这时，走在前面的管家突然停住了脚步。就是这里了，这是法兰迪奥伯爵为各位准备的晚餐，请慢慢享用。等各位用餐结束，我会再来的。管家说完便关上大门离开了。两人很清楚，这顿饭一定是不能吃的，我们还是赶紧趁管家不在，去别的地方看看吧。等一下，在那之前，我们要先拿到这里的情报。接着，徐亚轩便发动了技能思维加速，几乎一瞬间，他的双眼便扫描了房间内所有物品的信息，接着再将这些信息交由他的大脑去分析。我已经知道了一些关于这座宅邸的事情。载轩虽然很吃惊，但还是装作平静的样子。那你说说看，这座宅邸的主人应该是一个小孩，身材很娇小，椅子和会客厅就是线索。主人坐的上座椅子要比其他椅子高，这就意味着宅邸主人的身高比其他人矮许多。会客厅的柜子高度都很低，且把手只有下面堆积了灰尘。经徐亚轩这么一说，载轩也知道了为什么自己总感觉怪怪的。那我们再去其他地方看看，收集情报吧。话说回来，这台摄影机挺贵的，要是能带出去就好了。你不是要出去吗？愣在那里干什么？现在不是闲聊的时候，我们被关在这里了。女孩是 IQ 高达150的超级天才，她只要看一眼房间，就能推断出房子主人的特征。载轩还以为可以凭借徐亚轩的智慧轻松过关，可没想到他们居然被关在了餐厅。此时距离主题副本出现已经过了2个小时，游乐场的门口已经围满了记者和工作人员。由于是主题副本的缘故，救援人员只能在外面等待。我马上就要升职了，没想到会出这种破事。谁能想到主题副本会突然出现在游乐场里？你看着吧，到时候民众评议对我们的评分肯定会下降。即便是因为哥布林事件刚刚升职的你，这次估计也要被降级了。看来我们又要背黑锅了。现在先确认一下被卷进去的那2个人的信息吧。朴金勋看到信息的时候却愣住了，只因那个进入副本的莲花公会练习者是明载轩。朴金勋听说过载轩已经去米莱斯学院进修了，但他没想到载轩这么快就加入了莲花公会。出什么事了？难不成被卷进的不是2个人，而是3个人吗？不是的，这次的主题副本说不定能被成功通关呢。虽说2人只接触过一次，但载轩强大的实力已经给朴金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与此同时，在主题副本内得知自己被关起来的徐亚轩心情跌入了谷底。如果我们一辈子都被关在这里走不出去的话，
你冷静一点，这里是副本，肯定有办法出去。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出不去的副本，对吧？那我再去那边看看情况。载轩能感觉到宅邸的主人对他们好像不是很友好。虽说载轩可以凭借武力强行打开这扇门，但上一世徐亚轩一个人就可以通关，说明这一关对实力的要求并不高，所以这里一定隐藏着某些信息。哥哥，你快过来看看这个，这台摄像机好像有点奇怪，你要是再一惊一乍的话。可当载轩看到摄像机的瞬间，他就愣在了原地。原来摄像机里的画面赫然充斥着血腥，刚刚给我们带路的管家是假的。这个时候系统发来提示，宅邸的第一个谜团阿尔弗雷德的秘密达成70%，这就说明载轩他们已经开始走上正轨了。看来这台摄像机能拍到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东西，所以才特意加入摄影师这个角色嘛。这台摄影机就是解开谜团的钥匙。本来载轩很好奇徐亚轩这么胆小是怎么通关的，现在看来他在思考的时候还是很冷静的。现在的关键是摄像机拍出来的东西究竟是什么？如果那个阿尔弗雷德是假的，那么画面里的景象应该不是过去就是现在。你这么说确实很有道理，因为副本是要解开宅邸的密码，所以就没理由展示未来会发生的事情，而且这些食物都是真实存在的，这就意味着摄像机拍出来的画面是这个宅邸的过去。伯爵用来招待客人的满汉全席，用摄影机拍出来却变成了阿尔弗雷德的尸体。一时间徐亚轩的眼泪都快被吓出来了，所以桌子上的这些食物至少不是做给我们享用的。载轩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，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，他把摄影机扔给了徐亚轩。从刚才开始，载轩一直能感受到一股微弱的魔力，所以他猜测这里的一切都是幻想，是在副本中偶尔用来布置陷阱的魔法。载轩便打算使用绝对演算来破解这里的魔法，但令人意外的是，绝对演算好像受到了干扰，并没有发动成功。载轩猜测可能是因为主题副本的缘故。这时他发现徐亚轩趴在地上，好像在找什么。原来徐亚轩猜测开门的机关可能被藏起来了，在我们面前的是食物，而摄像机拍出来的是阿尔弗雷德，这是唯一的差别。从目前的情况看，逃出去的线索肯定就在这里。听到徐亚轩的分析，载轩一下子就有了头绪，他当即开启了另一个技能魔力感知，果然在布丁上感受到了魔力的波动。封闭魔法从根本上来说，需要依附其他事物或者运算，想要解除这种魔法，只要清除掉他所依附的物品或算式就行了。离开这里的钥匙就在那个布丁里面。听到这话，徐亚轩沉默了，因为那个位置赫然就是阿尔弗雷德的头颅。你现在难道是害怕了吗？我才没有，我去就是了。说着，徐亚轩就挽起袖子，将手伸向布丁，一顿摸索之后，果然找到了钥匙。他们并不知道，阿尔弗雷德此时正默默注视着两人。看来客人们对我准备的餐食并不满意，招待客人绝对不能疏忽，难道不是吗？作为管家，我是绝对不会让伯爵大人失望的。与此同时，载轩他们也已经离开了餐厅。徐亚轩一路上都在通过摄影机观察周围的环境，出现在摄影机里的画面无一例外都是一片狼藉。不过这时走在前面的载轩停下了脚步，这里好像是招待客人的客房吧？既然是招待客人，吃完晚餐下一步就应该是去客房了，而且血迹也正好指向这里，应该没有其他选择了。那我们就先进各自的房间找一下线索吧。真的要进去吗？我们要通关啊！难道你想一辈子被关在这里吗？闭上嘴，好好去搜查客房内部，如果出了什么事马上叫我。就这样，两人各自进入了自己的房间，除了格外阴森外，房间里似乎并没有什么异常。看来得再找找还有没有其他线索了。载轩并不知道，此时他的身后出现了一袭长裙。察觉到不对劲后，载轩立刻回头望去，女孩与门口的肖像画一样，有着一头金色的长发。就在这时，女孩突然抬手指向载轩，原来阿尔弗雷德已经悄悄站在了载轩身后。为了找到离开副本的线索，两人决定分开行动。临走之前，载轩还特地叮嘱徐亚轩要注意安全。但令人意外的是，反而是载轩先遭遇了袭击。迷迷糊糊之际，载轩感觉面前有一个红色的影子。受到惊吓的载轩猛地睁开眼睛：“哥哥，你现在清醒了吗？我头还疼着呢，你小声一点。”虽然载轩预料到了可能遇到袭击，但他没想到自己居然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。他猜测这可能也是副本剧情中的一环。我用思维加速查看了一下这里的情况，这里有很多青苔，空气也极为潮湿，而且到处都能看到拷问的痕迹，应该是地下监狱。伯爵的宅邸里为什么会有这种地方？真是让人不寒而栗。这么说来，钥匙应该就藏在这里的某个地方。话音未落，载轩就猛地一拳轰向监狱的铁门。好在他刚刚使用了消音，这才没把管家吸引过来。我们尽量安静一点行动吧，如果被阿尔弗雷德察觉到，可就麻烦了。还有，你有时间说废话，不如想想怎么从这里逃出去。就在这时，载轩突然听到了一声狗叫，只见一只胖胖的小狗猛地扑进载轩怀里。载轩很好奇为什么监狱里会有小狗，而且小狗居然还叼着钥匙。快把那条狗放下来，它身上又没有魔力，就是条普通小狗。看这小家伙叼着钥匙，应该也是被关在这里的吧？副本不可能这么轻易的就把钥匙交给我们，小狗说不定是个陷阱。感受到徐亚轩的恶意，小狗立刻发出呜呜的声音。徐亚轩也被小狗吓得往后退了一步。就在这时，新的任务出现了，他们现在要前往宅邸的4楼，去法兰迪奥伯爵的房间读他的日记。这一关的奖励是解除主题副本的技能限制。对载轩而言，这个奖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，这也说明那本日记应该和这里的秘密有很大关系。就这样，两人一狗再次踏上了寻找线索的旅途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4楼了，但这座宅邸太大，接下来怎么走我完全没有头绪。摄影机也被拿走了，看来只能一间一间的找了。不过载轩却并没有回答徐亚轩：“哥哥，你怎么突然就不说话了？让人怪害怕的。”徐亚轩顺着载轩的目光看去，出现在他们身后的赫然就是提示载轩的那个女孩，她头上的金发是那样的醒目。载轩刚准备开口问她：“我们还是走吧，现在可不是和幽灵聊天的时候。”怎料载轩却一把甩开徐亚轩：“你为什么还留在这里？是对这座宅邸怀有怨念吗？”听到载轩的话，女孩摇了摇头：“那么你是过来帮我们的吗？”这一次女孩点了点头。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法兰迪奥的房间在4楼的什么位置？女孩依旧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抬起了手，而她手指的方向赫然就是载轩的身后。原来如此。
如此，谢谢你，你等着，有机会我一定会给你超度的。临走之际，徐亚轩再次回头看了一眼女孩，只不过女孩的身影早已消失不见。就在宋志熙即将升职的关键时刻，游乐场里居然出现了主题副本。本以为已经升职无望的时候，莲花公会却主动找上门来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莲花公会会负责这次主题副本的事？没错，而且国立练习者协会方面的舆论攻击和民间评议会的矛头，我们莲花公会都会负责解决。不过柳星恩董事长的意思是，希望你们不要公开明载轩的任何信息。为了一个还在米莱斯学院上学的学生，莲花公会居然会有这么大的动作，真让人想不通。详细的缘由我不太方便和你说，反正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坏事，就按莲花公会的提议来吧。但是如果副本通关失败的话，这个你不用担心。如果他连这种副本都不能通关的话，那莲花公会从一开始就不会插手。与此同时，画面回到主题副本内，载轩轻而易举就解决了挡在前面的魔兽。据我所知，幽冥凯奇可是 C 级的魔兽，这条路是捷径，几只魔兽而已，解决他们易如反掌。就这样，两人一狗进入了法兰迪奥的房间。与宅邸其他地方不同，这里即便没有摄影机也显得格外凌乱。那我就先从书桌上开始找，那里很明显会有我们需要的信息。你先去确认一下其他有可能藏着线索的地方，好吧？那我先去其他地方看看。就这样，载轩带着小狗来到了书桌前。当他拿起书桌上那本厚厚的书时，系统提示他获得了法兰迪奥伯爵的日记本。载轩二话没说，当即打开了日记本。1474年5月7日，皮肤变得越来越苍白了。领地内的医生为了给我治疗，已经来了好多次了，但似乎都没有效果。难道我这辈子都不能出门，只能这样等死吗？1474年5月10日，父亲母亲说要给我买我之前一直很想要的那个人偶。我的父亲和母亲果然是最好的。2天后，他们就要从隔壁城市回来，我感觉连等待的时光都是快乐的。1474年5月12日，我收到了父亲母亲被歹徒袭击双双去世的噩耗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如果我没有让父亲母亲给我买那个人偶，他们是不是就不会死？父亲母亲的葬礼结束了，作为法兰迪奥伯爵家的唯一血脉，我成了这座宅邸的主人，但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，我成了孤身一人，自此以后永远都是。1474年7月4日，今天仆人抓到了一个少女，她偷偷潜入宅邸，折断了一只百合，她的年纪和我相仿，看起来和我的人偶也很像，所以我对她很满意，我要让她陪我住在这个宅邸里。1474年7月20日，那个女孩说她没有名字，所以我给她起名叫赛莉，我们每天都一起在宅邸中玩耍，我很开心，我终于交到了朋友，如果这种日子能一直持续下去就好了。1474年9月8日，阿尔弗雷德一声不吭就外出了，赛莉说看他的样子很着急，好像是去了隔壁的村子，不知为何，我有一丝不安的感觉。1474年9月10日，阿尔弗雷德虽然回来了，但我总感觉他和之前不太一样了。赛莉也好像有事情瞒着我，一定是出什么事了。1474年11月9日，房间外不停地传来悲鸣，那是厨房女主管塞拉娜和女仆米切尖叫的声音。赛莉和阿尔弗雷德现在正在敲我的房门，他们一定是想将我灭口，我该怎么办？看完这些日记后，载轩总算明白了前因后果。原来法兰迪奥从一开始就遇害了，做下这些事情的应该是强占了宅邸的魔兽。如果载轩没猜错的话，罪魁祸首就是活人幽灵。第二关一直以来陪着载轩解密的徐亚轩，竟然是造成这个副本的罪魁祸首活人幽灵。由于已经破解了宅邸的所有秘密，载轩现在要做的就是平安逃离这里。只见活人幽灵变换出无数触手朝向载轩袭来，没曾想载轩却将这些攻击悉数躲开。由于一早就认出了他的身份，所以载轩其实早有防备。你终于肯露出你的真面目了，我还在想你要恶心人到什么时候呢？毕竟我的忍耐也马上要到极限了。区人类没想到反应还挺快，其实这也没什么难的，也就是我比较聪明而已啊，不对，也可能是因为你太笨了，你这个可恶的人类，我今天一定要在这里杀了你。但如今的载轩已经解开了技能限制，几乎一瞬间他的身边就出现无数闪电锁链，直接将活人幽灵的身体洞穿了。下一秒雷光便照亮了整个大厅。活人幽灵是 B 级魔兽，拥有复制他人身体和技能的能力，但单论战斗力而言，他只能算是 C 级的怪物。我要吞噬你的身体，我要夺走你的人生。说完，活人幽灵便冲向载轩，不过在碰到载轩的前一秒，活人幽灵的触手便停住了。原来闪电锁链已经将他牢牢捆住，这种想要愚弄别人却反被愚弄的感觉怎么样？下一秒，数根闪电锁链再次袭向活人幽灵，好羡慕，我好羡慕啊！人类，我也想要人类的生活。随着烟尘慢慢散去，活人幽灵也被载轩干掉了。你还挺会叫唤，这么一看，你是不是还挺有当狗的潜力？不过看在你把钥匙叼来的份上，这次就算了。载轩准备离开这里的时候，再次回头望去，只见大厅的中央出现了一个金色头发的小女孩，法兰迪奥正在那里向他们挥手告别。我答应你的事情已经做到了，再见了。一道光芒闪过，载轩他们便退出了这一关。刚刚被变成狗的徐亚轩明显很不开心，载轩则是在查看自己刚刚获得的2个技能。指挥者的呐喊是用来辅助队友的，载轩一般用不上，不过幻象这个技能倒是还不错。你既然早就知道那条小狗是我，倒是早一点提醒我一下呀，我还以为这次自己真的要完了，活着出来就行了呗。但我还是觉得很委屈啊。现在不是说废话的时候，我们该去下一个任务地点了，这就去啊。我们已经连续完成2个任务了，休息一下再去。你很累吗？你从地下监狱开始就没怎么出力吧？如果你是说精神上的疲劳，只要身体动起来，精神就不会疲惫了。好了，快走吧，我的从属。不多时，2人就来到了最后一个任务地点，这里该不会是花车游行吧？没错，最后一个任务我们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。欢迎各位来到奇幻乐园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布伦，我们将为大家献上最精彩的花车游行。为了通关主题副本，得到提亚尔菲的雷霆步伐，载轩在第一关化身提亚尔菲。
菲与维京人战斗，在第2关变成凶宅探险主播，解开了法兰迪奥伯爵宅邸的秘密。而如今的最后一关，赫然就是花车游行。明宰轩先生、徐雅轩小姐，欢迎2位的到来。看来2位已经成功完成了前2个任务，真是辛苦2位了。废话我就不多说了，最后一个任务是什么？最后一项任务很简单，是捉迷藏。看到面前的那扇门了吗？那里将会有魔物出现，而2位要做的就是避开它们，直到到达目的地为止。应该不止这么简单吧？闵先生果然聪明过人，您说的没错。这场捉迷藏中出现的魔物会根据各位的实力，也就是奇幻乐园中挑战者的数量和武力值发生变化。首先让我来了解一下各位的实力吧。宰轩意识到，如果这么算的话，想要一边保护徐雅轩一边通关就很困难。恭喜你们，等级是 S 级，这还是第一次出现这么高的等级呢，真是令人惊讶呀！不等宰轩说什么，布伦便直接开始了游戏。请躲避史尔特尔分身的攻击，活着到达据点或将其分身杀死。宰轩很快注意到，参与人数竟然是3，他知道这里面一定出了什么问题，但现在他已经没有时间思考这些事情。史尔特尔是火巨人国度穆斯贝尔海姆的守护者，在巨人之祖尤米尔诞生前他就已经存在了，烧毁整个世界是他唯一的目标。据说他手中那把淬着火焰的魔剑，可以在顷刻间让整个世界化为乌有，所以宰轩只能拉着徐雅轩赶紧逃跑。我们要怎么样才能甩掉那个家伙呀？我也正在想办法，不想死的话就闭上嘴赶紧跑。好像是因为我的出现才让事情变成这样的，我是不是应该去帮他们一下呀？你可真是调皮，明明没想帮忙，还在这里说风凉话。随他们去吧，我倒想看看他这次还能不能活下来。宰轩很清楚，和史尔特尔硬碰硬的话太危险了，只能在避免与他正面交锋的前提下，赶紧找到据点。你快看那边，旋转木马应该就是据点了。太好了，我们再坚持一下。宰轩当即发动技能提速，拉着徐雅轩就往前跑。是哪个愚蠢的家伙召唤了我？话音未落，宰轩身后便有无数火球落下。你打起精神来，仔细听我说，从现在开始我们2个要分头跑，你就一直朝着旋转木马的方向跑就行。哥哥，你是要当诱饵引开他吗？不然你要去当诱饵吗？你快跑，我来吸引他的注意力。不过比起史尔特尔，宰轩的身形还是太过矮小。我在这里吗，混蛋！听到宰轩的声音，史尔特尔这才注意到他的存在，他当即对着宰轩来了一发火球。不过宰轩却轻而易举就躲开了。你速度这么慢，还想抓到我吗？听到这话，史尔特尔猛地一拳砸了过去。也就在这时，他发现了一旁的徐雅轩，眼看徐雅轩就要到旋转木马了，可下一秒，旋转木马便在他面前化作了火海。为了通过主题副本最后一关，宰轩不惜以身涉险挑衅史尔特尔。眼看徐雅轩就要到达据点的最后一刻，据点却在2人面前化作了火海。愚蠢的人类，你一介凡人如何与我史尔特尔为敌？事到如今，想要通关就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干掉史尔特尔的分身。只见一发火球猛地飞向宰轩，不过宰轩一伸手就将火球拦了下来。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挡住我的攻击，你确实有2下子，不过这招你还能挡得住吗？话音未落，史尔特尔猛地一剑斩下，宰轩则是缓缓伸出了右手。此时的情况已经不容乐观了，再这样下去，他们2人一定会死在这里。徐雅轩当即发动了思维加速，企图找到活下来的方法。哥哥，我想到了，我想到战胜史尔特尔的办法。此时宰轩开始在徐雅轩的指挥下逃跑。愚蠢的人类，你觉得你能逃得掉吗？往左再走5步，他就打不到你了。宰轩闻言立刻按照徐雅轩的指挥行动。不出所料，史尔特尔的攻击落空了。原来他们想将史尔特尔引到水箱附近，如果熄灭了他身上的火焰，说不定就能战胜他。毕竟他只是史尔特尔的分身，如果能击中要害，他就必死无疑。我会用思维加速提前预测他的移动轨迹，我们一起把他引到那边吧。向左走3步，然后低头。有了徐雅轩的帮助，宰轩现在可以轻松躲开史尔特尔的攻击。过了一会，宰轩终于停下了脚步。弱小的人类，你终于要放弃逃跑了吗？逃跑吗？我的字典里可没有逃跑2字。你这个被阿萨神族打得半死的家伙，你现在不就因为害怕他们，被赶去看大门了吗？竟然还说我弱小，真是笑死人了。你在说什么？怎么？你该不会是在害怕我这个人类吧？你这个家伙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！史尔特尔一剑斩下，但他没想到这居然是宰轩的幻想。下一秒，水箱之中的水便向他涌来。史尔特尔身上的火焰熄灭之后，宰轩知道机会来了。只见宰轩一剑精准命中了他的心脏。你竟然用如此卑劣的招数，卑劣又如何？只要能赢就行了。虽然现在是用分身与你对战，但蕴含着真正力量的本体可不会这么轻易就被你打败。随着史尔特尔的消散，宰轩他们总算成功攻略了这次主题副本。看来他真的不需要我帮忙了，这就是他的选择吗？这个叫明宰轩的少年还真是有趣。他看起来像是要迫不及待的变强呢，你觉得呢？赫尔，即便如此，现在的他也只能说是有点小本事而已。话虽这么说，但最关心明宰轩情况的难道不是你吗？不过反叛者的存在目前还不能被阿萨神族发现，即便那场战争是宰轩注定的命运，但现在还为时尚早。为了杀死奥丁，他还要变得更强才行。蓝孩通过击败史尔特尔，成功获得 S 级装备提尔菲的雷霆步伐，装备时可以获得50点体力和150点敏捷，还能获得一个主动技能光之步。这个技能不仅可以让使用者在5分钟内敏捷提高2倍，而且还能对他人使用。查看了自己的奖励后，宰轩将目光移向了徐雅轩，看他这个样子就知道徐雅轩获得的奖励也不错。不过身为宰轩的从属，他在宰轩面前一点秘密都没有。我获得的道具叫罗斯昆娃的印章，装备后能提高50点体力，并习得技能勇气。这个技能可以帮我解除恐惧状态，并提高体力值和敏捷值。考虑到这个技能还不如徐雅轩的思维加速作用大，宰轩就没有向他要这个装备。看来您对这次任务的奖励很满意啊？还行吧，不过托你的福倒是费了我不少功夫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们就先走了。那就祝您一路平安。命中注定的反叛者，宰轩没想到布伦竟然知道
道自己的身份，还准备问他关于反叛者的事情，但布伦却在他眼前一点点消散了。也就在这时，主题副本被攻略成功了，大家快看那边，幸存者已经出来了，一共有2位幸存者，他们平安的走出来了。看到周围这么多人围着自己，徐亚轩一下就慌了神，大家都让开，现在不是和幸存者闲聊的时候，需要按流程。但宋志熙话还没说完，载轩就凭空消失了，这样一来留下来的就只剩下徐亚轩了。朴金勋猜测载轩应该是使用了隐身技能，应该不是隐身。根据金智妍的报告，载轩是魔法系的，如果不是隐身的话，一个魔法系居然能拥有这种速度，因为那小子是近战法师。载轩出来之后，柳行恩第一时间联系了他，并约他有空来莲花公会见面。干了这么大一件事，居然说消失就消失了，这孩子果然不一般。我这个徒弟啊，如果我不问他，肯定不会主动说。看来我得找个时间问问了。顺着柳行恩的目光看去，桌子上赫然是米莱斯学院的工会体验通知。与此同时，载轩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宿舍。有了莲花公会的帮助，新闻上并没有任何关于载轩的消息。他当时也没想到那里汇聚了这么多人，不过这也让他成功体验了一下提亚尔菲的雷霆步伐的效果。虽然这次副本累是累了一点，但总体的收获还是非常大的。除了这个 S 级的装备之外，载轩还获得了一个消耗道具史尔特尔的不灭之火，使用后可将武器强化到极致，且附着火焰属性。而且这次的战斗让载轩明白自己目前还是太弱了，他现在需要的是不用耍小聪明也能轻易战胜对手的实力。只有这样，他才能保护好身边的每一个人，哪怕最后的敌人是高高在上的神灵。一个普通的副本 NPC 居然认出了载轩反叛者的身份，但不等载轩向他询问更多信息，布伦就已经化作光点消失了。与此同时，在米莱斯学院的监控室内，郑丽秀教官，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，我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。以后在课堂上，我会将载轩的一举一动都汇报给您。郑丽秀走后，邱子仁立刻换了副面孔，想要把花养好，就必须先把杂草清理干净。这次的活动还真是令人期待呢，总算可以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家伙清理掉。回到学院后，载轩把自己被卷入副本的事情告诉了众人。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怪不得周末我怎么都联系不上你，我不是故意没接你电话，所以你就饶了我吧。你知道阿姨整个周末都联系不上你有多担心吗？这还是我替你瞒下来的，所以作为报答，你要请我吃饭。与金友情不同，徐瑞娜则更关心载轩的身体情况。我没事的，瑞娜你不用太担心，你从以前开始运气就一直这么差，你该不会是被神厌恶了吧？殊不知载轩其实是受到了神的庇佑，我就说好像看见了张讨人厌的脸，原来是你啊！如果这次你还想耍花招，可得做好心理准备。此话一出，载轩立刻陷入了沉思。金友情和徐瑞娜也很好奇，面前的这个人究竟是谁？李秀赫同学。教室内禁止喧哗，随着一道声音响起，郑丽秀教官走进了教室。见此情况，李秀赫也只能暂时放过载轩。各位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叫郑丽秀，本学期负责给大家上魔法演算理解1这门课，我会尽我所能帮助各位提升实力，希望各位同学也能跟上我的进度。这门课程主要是让大家从本质上理解魔法，所以课上会讲一些关于演算式的内容。我想先问一下各位同学对魔法有多少了解？魔法是以演算式为基础，通过注入魔力展现出的超自然现象。没错，魔法是通过演算式来引发某种现象的学问。见得到了教官的肯定，李秀赫立即对载轩投去得意的眼神。现在我会给各位发一本书，这本书里记载了能触发地级魔法的基础演算式，这些演算式也是以后使用所有魔法的基石。而完全掌握这本书就是你们在这学期的任务。拿到书后，同学都开始纷纷议论起来，因为这本书在他们眼中一个字都没有。不过载轩在拿到书后神情却有一丝变化，而这一细节也被郑丽秀完全看在眼中。现在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明载轩同学，你能说一下这本书上写的文字是什么吗？这本书上的文字是如尼文。说的没错，这上面的文字确实是如尼文。要知道这本书是需要解读出演算式才能阅读的魔导书，新生一般需要1周才能解读出来，但载轩只是刚拿到就能看见上面的文字。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知道标题的如尼文是什么意思吗？听到这话，载轩忍不住轻笑一声，不知道是他与阿萨神族命运使然，还是诺恩斯系统给他开的又一个玩笑。这本书的名字居然是《奥丁的一生与基础如尼文》。载轩通过副本后第一时间逃离了现场，只留下徐亚轩一人面对无数的镜头。等回到家后，他早已经是身心俱疲。虽然他非常讨厌和载轩接触，但现在却不得不想办法去找他，因为载轩至今为止都没解除2人之间的从属关系，所以载轩仍然能操控他的一举一动。想到这里，他忍不住对着床一顿砸。徐亚轩突然想到，可以通过这个技能定位载轩的位置。与此同时，载轩正在图书馆研究魔法演算式，所有的演算式会根据运用方式的不同而产生变化。例如闪电锁链，其实就是属性魔法与锁链魔法的结合，所以只要打好基础，即便是低等级的魔法也能用出不同的效果。对武斗系而言，基础剑术的熟练度提升后就能掌握中等剑术；对魔法系来说，则是对演算式的理解越深，能达到的境界也就越高。就在这时，载轩抬头看向了一旁的2人，他们就不像载轩这么轻松能轻易看懂这本书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你们至少能成功看懂标题，好不甘心啊！明明从一开始是我教你的魔法。俗话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徒弟超越老师也是很正常的。就在这时，徐瑞娜突然兴奋地叫出声来：太好了，我终于能看到第1章的内容了！努力总是有回报的，恭喜你！听到载轩这么夸奖自己，徐瑞娜的脸一下就红了，接着她就把头埋进
进了书本之中。载轩感觉他好像对自己有点生疏了，他还以为是因为自己有意和他划清界限的缘故。可恶，为什么就只有我还看不到啊？金有情突然的一声大吼引来了许多人的怒视，载轩只能连忙解释这并不是自己做的。不过几人并不知道，一只乌鸦正在窗外看着他们，直到载轩他们结束了一天的学习，乌鸦这才拍拍翅膀离开了这里。几人离开之后，就径直来到了李载祥的工作室。现在他们要为李载祥的魔药商店起一个名字，但对他们而言，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毕竟迄今为止还从未有过魔药商店的先例，所以他们担心如果没有客人倒闭了怎么办？对于猎习者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生存，所以魔药商店根本不可能倒闭。而且你们刚才也吃过了，所以应该很清楚效果如何。这可以说是猎习者史上的一场革命。而事情的一切还要从几天前说起。在通过了魔法理论小考之后，众人也迎来了短暂的休息时间。为了变强，载轩把从海姆冥界收集到的材料全都卖了，但仅凭这些钱并不足以让载轩买到足够的装备。于是他便决定让李载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，这才有了众人聚在一起讨论魔药商店名称的一幕。但就在这时，徐亚轩却气呼呼地推门进来了。你这家伙要走也得履行完约定再走吧？载轩很好奇徐亚轩为什么会找到自己。你不是为了让我老实一点，在我身上施了奇怪的魔法吗？听到这话，两个女孩的脸色立刻阴了下来。你这家伙怎么能用那种技能来威胁小孩子呢？你既然来了，就先坐在那边的空位上吧，让我久违的借用一下你聪明的脑袋。女孩作为 IQ 高达150的超级天才，却在为魔药商店起名的时候遭遇了人生的滑铁卢。只因她想给李载祥的商店起名为天魔魔药，其他两人则想起名叫载祥的魔药商店和爱丽丝魔药坊。听到这些名字，载轩整个人都不好了，甚至觉得去副本里随便抓一只魔兽都能起得比这些名字好。你怎么就不肯问问我的意见呢？听与不听结果都一样。算了，你还是说一下吧。艾丽希尔工坊这个名字怎么样？艾丽希尔是过去炼金术师所制造的贤者之石的别称，也是一种能够治愈伤口、挽救生命的神秘魔药。这个名字不错，既可以宣传我们的魔药，又可以提升品牌价值。载轩也情不自禁抓住了金有情的肩膀，谢谢你救了我一命。就这样，魔药商店的名字正式确定下来。短暂休息之后，载轩他们又回到了日常的课程之中。由于载轩在魔法演算这门课中进度远超其他人，所以几乎课堂上的所有问题都是由载轩回答，而且无一例外，载轩都能给出10分完美的答案。这样一来，李秀赫对载轩的嫉妒也在一天天不断加剧。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，各位同学们辛苦了。正当郑丽秀准备离开时，载轩却突然叫住了他。我在读这本魔导书时有些疑问，所以想要请教您一下。看到这本书的瞬间，郑丽秀慌了神，因为这赫然就是一本4星魔导书。这本书连一般的教官都很难读懂，他不理解载轩什么时候已经到了这种程度。由于郑丽秀也不能给载轩提供帮助，所以他只能先自己研究。只可惜这段时间载轩始终毫无进展，不得已他只能去求助自己的老师柳星恩。不过他这几天的一举一动都被图书管理员看在眼中。载轩走后，他默默在笔记本上写下：学生明载轩借走了4星魔导书。离开图书馆后，载轩径直来到了莲花公会。你比我想象中要来得早啊！我其实一早就想来找您了，不过之前忙着准备考试，所以耽误了。所以说你这次来是想让我帮你解读4星魔导书吗？是的，凭借我现在的能力，完全不能理解书中的内容，可以编写出全新魔法的创造，可以解除魔法，使一切化为乌有的破坏，可以使魔法威力更上一层楼的增幅。无论是演算式还是理论，都要更加复杂。到目前为止，载轩只是靠着奥丁之眼才能理解一些基础，但他现在迫切的需要更加深入的了解魔法。说起这个的话，我也无法明确的告诉你。载轩很好奇，为什么连 S 级的柳星恩都不能给自己提供帮助？4星魔导书中出现的那些概念，如果不是你亲自去熟悉了解，就毫无意义了。只有你自己理解了，才能踏入到 A 级猎习者的境界。为了顺利解读4星魔导书变得更强，载轩找到了自己师傅 S 级魔法系猎习者柳星恩。但令他意外的是，柳星恩也不能帮他解读4星魔导书。原来这本书中的内容只能依靠载轩自己去解读，只有他自己理解了，才能踏入 A 级猎习者的境界。而对载轩而言，只有到了 A 级猎习者，才有向父亲复仇的机会。不过既然学生来问了，我这个当老师的倒是可以告诉你一个修炼方法。载轩很好奇，为什么是修炼方法，而不是解读方法？这个修炼方法可以帮助你领悟3个概念中的增幅。怎么样，你有兴趣吗？当然了，只要能让我变强，无论什么我都感兴趣。而柳星恩所说的方法，就是带着格莱普尼尔修炼。系上格莱普尼尔之后，载轩的所有能力值将会下降50%。在这期间，载轩要反复使用一个技能，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分析那个魔法的演算式。载轩不理解增幅和这种训练有什么关系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需要你自己去领悟。不过一开始就用太复杂的魔法训练会太难，魔法剑使这种程度的应该正合适。就这样，载轩带着格莱普尼尔开始在 A2 战斗空间中训练。按照柳星恩的叮嘱，载轩只能使用魔法剑使这一个技能。由于格莱普尼尔的效果，载轩的各项属性下降了不少，他的身体又变得沉重且缓慢。曾经可以轻易秒杀的怪物，如今也变得很难对付了。你这个样子真的没关系吗？你身上的药膏味在100米之外都能闻到。你知道你这一周几乎是住在 A2 战斗空间吗？最好还是不要太勉强自己了。谢谢你们为我担心，但你们应该知道，2天后就要小考了吧？金友情，你应该还没把考试范围的内容全部看完吧？还有瑞呢，我听说你如果再不及格就要留下来补课。
好像到了要去图书馆的时间了。瑞娜，我们快走吧，不能再和载轩在这里闲聊了。载轩也只能无奈地看着两人离开。在这之后，载轩再次来到了 A2 战斗空间。虽然如今的通关难度比之前高了不少，但经过1周的努力，载轩总算完美通过了第41关。也就在这时，魔法剑士升到了2级，载轩也终于领悟了增幅的含义。增幅顾名思义就是技能的飞跃，也就是技能的升级。随着对某个魔法演算式理解的加深，以及使用该技能的熟练度的提升，技能的威力也会增强。不过这种程度的话，最高也就是 B 级，或者说是 A 级练习者的入门水平。虽说载轩一开始是抱着利用的态度才接近柳青恩的，但现在两人之间确实已经有了师傅的情分。画面一转，金石基再次来到了邱子仁的办公室，但邱子仁这次甚至都没抬头看他一眼。金石基知道这是因为模拟副本的事情自己没有办好。理事长，工会体验活动已经准备好了，比我想象中快了不少啊。那个地方没什么异常吧？请您放心，这次准备的非常充分。金石基教官，你做得很好，所有被创造出来的东西都有着自己的用处，即使是在他变得没用的瞬间。在 S 级练习者柳星恩的帮助下，蓝海依靠魔鬼训练总算领悟了增幅的含义。如今他已经达到了 A 级入门的水平。载轩久违的得到了一丝喘息的机会，可就在这时，他在校园里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魔力。你打算自己出来，还是要我过去呢？话音未落，载轩猛地转身看向身后，磅礴的魔力瞬间从他体内喷涌而出，很快便感知到了藏在周围的乌鸦。看清来人的数量后，载轩露出了一丝微笑。如今这些乌鸦正好可以让他试试自己的实力。凭借灵巧的身形，载轩轻易躲开了乌鸦的攻击，甚至还能在闪避过程中找到乌鸦的破绽，并给予反击。看来你还不知道你的同伴已经被我干掉了。可话音未落，另外2只藏着的乌鸦就冲了出来。载轩意识到这次的乌鸦也是一群没有理智的家伙，不过他们敢在学院内如此明目张胆，说明邱子仁也开始行动了。简单分析之后，载轩便不再留手，毕竟这些乌鸦身上根本得不到有用的消息。我不管你们的目的是什么，你们已经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。话音未落，载轩就使用了魔法剑士，升到2级的魔法剑士轻而易举就秒杀了2只乌鸦。就当载轩以为一切都已经结束的时候，他突然感受到一股危险的气息，于是当即开启了魔法屏障。也就在这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载轩面前，一瞬间载轩如临大敌。你怎么会？好久不见了，我的废物儿子！闵成傲话还没说完，载轩就发动了闪电锁链，但这些攻击却被他轻易躲开了。见到自己的仇人，载轩现在完全冷静不下来，他不断操控闪电锁链向着闵成傲攻击。也许是不耐烦了，闵成傲一剑就打断了闪电锁链的攻势，而这一剑的余威也让载轩不得不停止施法。即便载轩已经在第一时间闪开了，但他还是受伤了，而且载轩甚至连他出剑的动作都无法看清。我只是许久没见你，所以过来看看你而已。没想到这段时间你的性格倒是硬气了不少。我不需要你来看我，我可从来没把你当成我爸。看来你这是到叛逆期了。废话少说，你来这里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你问我来这里的理由吗？其实闵成傲也很好奇，为什么载轩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长了这么多。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，阿萨神族的反对者，他们和你接触了吗？听到闵成傲的话，载轩的眼神就出卖了他的想法。原来如此，看来不用你回答我了。话音未落，闵成傲就一剑斩向载轩。载轩当即使用魔法屏障来抵挡他的攻势，可魔法屏障刚一出现，就被闵成傲的剑气打碎了。那些剑气的余威更是将载轩打成重伤。载轩不相信这是 A 级练习者的实力，而且他很好奇为什么闵成傲会知道这些事情。你现在要杀了我吗？我不会杀了你，但是我会在这里斩断你的四肢。这是男孩首次与自己的父亲见面，可刚一见面，闵成傲就将载轩打成重伤。如今载轩成长的速度已经超出他的预期了，照这样下去，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一块巨大的绊脚石。无论是对阿萨神族而言，还是对闵成傲的计划而言，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。为了阻止载轩继续成长下去，闵成傲决定在这里砍下他的四肢。话音未落，闵成傲便挥剑朝着载轩斩去。以载轩的状态是绝对无法躲开这次攻势的，但这个时候周围却突然出现了一股墨绿色的魔力，而那股魔力的来源赫然就是一只黑色的小猫。你是想毁掉我们之间的条约吗？还是说你胆大到敢冒犯伟大的奥丁大人？这个嘛，我实在是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载轩怀疑自己是不是幻听了，一只猫竟然在他面前说话了。你退下吧，我们还有事要找这个孩子去办。言语之间，这只黑猫已经变成了一个少女。载轩能感觉到她的魔力比闵成傲还要强大，他不明白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。你真的要把事情弄到这种地步吗？女孩并没有回答闵成傲，只是用手指划破了自己的胳膊。只见她的血液一滴一滴滴在地上，下一秒那些血液便化作鬼爪攻向闵成傲。闵成傲只能暂时拿剑挡下这些攻击。你应该知道，我们就只剩下这一个选择了吧？一瞬间，鬼爪的攻势变得更加犀利，强大的魔力将闵成傲死死压制在原地。仅靠一个渺小的人类就想结束诸神之战，看来洛基大人您也变弱了不少啊！连一个渺小的人类都要赶尽杀绝的奥丁，他又能厉害到哪去呢？今天我就先撤了，但下次您若是再像今日这样捣乱的话，到时候我会依据条约正式向您问罪。随便你，但是你最好记住，若以后再耍这种小把戏来妨碍我的话，我随时都能割断你的脖子。签订条约的只是阿萨神族和阿萨神族的反对势力，可没有哪项条款说不能杀死奥丁的乌鸦。闵成傲并没有多说什么，直接转身离开了。女孩则看着他消失的地方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这个时候，载轩终于撑不住，一口鲜血吐了出来。初次见面，闵载轩，我是赫尔的分身赫尔拉，既是见证你这个预言中反叛者的观察者，也是指引你完成5项试炼的引导者。回到宿舍之后，载轩立刻开始为自己疗伤。你现在想问什么就尽管问吧，只要在我能解答的范围内，我都可以回答你。那你告诉我，闵成傲那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他并不是你的亲生父亲，他本名叫福金，是奥丁2只乌鸦中的其中一只。福金本是一只圣鸟，具有侵蚀人心后操纵其力量的能力。他会借助另一只能够操控记忆的乌鸦雾尼的力量来为祸人间。迄今为止，他一
一直装作是你的家人在你身边徘徊，就是为了牵制你这个预言中的反叛者。这个男人雇佣杀手杀死了自己的妻儿。载轩重生之后便一直以向他复仇为目标，不断强迫自己变强。但如今赫尔拉却告诉他，闵成奥并不是他的亲生父亲，而是奥丁手下名为福金的乌鸦。与其听我说，不如你亲眼看过后会更容易理解一些吧。说着便用诺恩斯系统唤醒了载轩的备份记忆。载轩突然出现在一个房间外，里面正有一个男孩在遭遇殴打，而那个男人正是闵成奥，又或者说福金。从载轩觉醒魔力那天起，那个被称为家的地方就充满了虐待和谩骂。虽然母亲一直保护着载轩，可换来的却是母亲遍体鳞伤的身体。突然，载轩面前的画面发生了变化，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香炉，那是家里有人去世的时候才会出现的东西。那个男孩此时正蜷缩在母亲怀中哭泣，虽然母亲眼中的泪水止不住的往下流，但他还是在不断安慰怀中的孩子。而香炉之上的那张照片给了载轩一种无比熟悉的感觉。载轩突然感觉呼吸困难，但并不是因为周围的烟气太浓，而是因为他好像忘记了很重要的事情。渐渐的，载轩面前出现了一个手拿冰淇淋的男人，即便会遭到妻子的责骂，但他依然会忍不住为载轩买他想要的冰淇淋。那本该是载轩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记忆。我怎么会忘记这一切呢？载轩忍不住伸手摸了摸照片上的人，可不等他多看几眼，他的意识就被传送回了现实世界。看样子你终于从被捏造的记忆中摆脱出来了。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你命中注定会成为反叛者。那这到底算什么？凭什么要让我的人生变得如此痛苦？1万年前诸神黄昏降临，这一切都是从那时开始的。诸神黄昏既是诸神们的最终之战，亦是所有故事结束的地方。终末，在终末之战中，阿萨神族反对者的联合军进行了激烈的斗争，可最终他们还是败给了阿萨神族和瓦尔基里率领的军队。奥丁强迫他们签下了一项条约，并以此作为释放人质的条件。这项条约使得奥丁的权力变得更大，世上的无数生灵因此备受折磨，不断的哀嚎。然而就在那时，诺伦三女神发出预言，大约在1万年后第二次终末降临之时，世界上最弱小的存在将会推翻奥丁与阿斯加德的统治，开启全新的世界。而那个预言中的反叛者就是你，闵载轩，也可以说你就是我们的希望。所以说，利用我解决掉奥丁就是你们的计划吗？没错，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。那奥丁的目的又是什么？这么做他到底能得到什么？他想要登顶9大世界的巅峰。奥丁想把9大世界全部掌控在自己手中，也包括这里人类居住的米德加尔特在内。传闻在遥远的阿斯加德有一位至高神，正是因为他的存在，9大世界才能一直生活在宁静之中。当生活在米德加尔特的人类面临怪物的威胁时，奥丁赋予了人类阿萨神系统，为他们提供了能与怪物战斗的力量。但赫尔拉却告诉载轩，奥丁的真正目的是将9大世界掌控在自己手中。突然得知这样的信息，载轩也有点不知所措。奥丁已经征服了华纳海姆、约顿海姆、斯瓦塔尔夫海姆、穆斯贝尔海姆4个世界，那他是想在第2次战争中占领剩下的世界吗？没错，所以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。如果是这样，那奥丁为什么不早点杀了我？因为预言的力量，那是神也无法违抗的历史洪流，所以奥丁才会放任我成长嘛。没错，你现在被那股力量所保护着。不过你与阿萨神族反对势力接触的事情，奥丁估计已经知道了。也就是说，诸神黄昏可能会比预想中更早降临。你要知道，这世间没有永恒的力量。当第2次诸神黄昏降临，所有的枷锁和束缚都将消失。同样的，守护着你的这股力量也会消失。等到那时，你就会被阿萨神族消灭。不对，应该说你已经被阿萨神族消灭过一次了。一瞬间，所有的事情载轩都想明白了。原来自己在穿越前的死亡是福金的主人奥丁设下的圈套。他们从一开始就在玩弄载轩的人生，不仅杀害了他的家人，还伪造了他的记忆，让他生活在地狱之中。反叛者，你想要复仇吗？你想向他们复仇，守护你最宝贵的东西吗？闵载轩，现在你听好了，我是5项试炼的引导者，预言中的反叛者呀。为了让你成长为能够消灭奥丁的弑神者，我将给予你试炼，只要你通过这些试炼，就能得到弑神的力量。诺恩斯系统突然弹出新的任务：弑神者之路。使用者命中注定要成为对抗奥丁与阿斯加德的反叛者。为了打破奥丁的野心，请继承阿萨神族反对者们的力量。到目前为止，载轩只通过了赫尔的试炼。当所有试炼完成时，他便能获得阿萨神族反对者的加护。请你努力变强吧，在下一次周末降临之前，我会作为反叛者们的眼睛一直看着你，请你一定不要让我们失望。画面一转来到阿斯加德，真是碍眼，就因为一个预言，我居然还要窥视那种微不足道的存在。不过就是个连我们脚尖都碰不到的人类而已。即便是巨树的种子，只要把它消灭在萌芽时，它就无法继续生长了。可越是这样，反对者们就越是执着。我们的大业即将完成，这种时候绝不能露出一丝破绽。海姆达尔，我将授予你临时权限，你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吧？当然了，我总算是可以离开阿斯加德了。为了将预言中的反叛者彻底扼杀在摇篮中，宙斯赋予了海姆达尔前往米德加尔特的权利。载轩一时间
事情，就必须要找些值得信赖的人才行。培养了众多优秀练习者的米莱斯学院，他举办的每一次活动却都充满了危机，而造成这些危机的主要原因，竟然就是理事长邱子仁。直到此刻，安浩言终于认识到了邱子仁的真面目。与此同时，魔法系的学生正在教室里上课，载轩直到现在都还在想赫尔拉和他说的那些话。好了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，我有几件事情要向大家传达一下。打瞌睡的同学们都醒一醒。一瞬间，教室里再次变得吵闹起来。载轩知道这是下一项活动要开始了。按照之前的通知，3天后将进行工会体验。通过工会体验，各位可以了解到练习者工会的运作方式，同时也能了解到他们是以何种方式狩猎魔兽的。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。邱子仁理事长特意为大家策划了这次活动。载轩内心不禁一声冷笑。穿越前，他去了一个刚成立的1级工会，坐在充满霉味的沙发上待到了活动结束。但这辈子凭借在学院里的成就，他现在不管想去哪个工会都没有问题。不过他最想去的还是海神工会，在穿越前那里可是国内第1的工会，所以他想亲眼看看。另外，我们系已经有几位同学已经被工会提前指定。工会提前指定是指工会向其留意的学生发出邀请，如果同意邀请，那么工会将会向这位同学提供特别积分。明载轩、徐瑞娜、金友晴，你们3位被莲花工会指定了。还有李秀赫同学，你被海神工会提前指定了。听到莲花工会指定了自己，金友晴兴奋地大叫起来。载轩则因为上次那通电话的缘故，失去了参观海神工会的机会。你们要在今天之内做出决定，然后把材料整理好发给我。需要传达的事就是这些。下课之后，金友晴因为可以见到自己的偶像，激动地抱住了徐瑞娜。既然他们3人都被指定了，那载轩相信安浩言也是如此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们3人同时收到了一封短信。令他们意外的是，这居然不是莲花工会的邀请，而是安浩言让他们来一趟载翔的工坊。没过多久，安浩言就将自己在理事长办公室听到的事情告诉了大家。简单来说，邱子仁理事长为了让学生们再次觉醒，想在工会体验中解决掉成绩不好的学生。没错，这些都是我在他办公室门口听他亲口说的。理事长的腐败问题虽然每年都会被提及，但是他应该不至于，这也太过分了，怎么能拿别人的性命开玩笑呢？在穿越前，载轩只知道当时出了事故，导致几个学生在活动中因意外丧命。目前就我们几个知道这件事，也就是说，提前知晓真相并能够做出相应措施的就只有我。但载轩犹豫了，如果贸然插手的话，说不定所有人都会有生命危险。